我给300吨女友割痔疮，却被他一个屁给炸了手术室。在正月，我竟成了皇宫里的小太监，而且还被点名陪变态公主去玩命。你们6个都看到了，谁能让公主开心，谁就能活。趁现在赶紧想办法。我勒个豆，和豹子厮打，我被咬死的概率也太高了。刚穿越开局就这么凶险啊！原来原主叫小吉子，是景阳王朝杂役司的小太监，10岁入宫，前一晚刚被逼食药而死。赵无极这才穿了过来。还好，老几还是个真正的男人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先在这皇宫活下去再说。受的撕破伤势，赵无极心中还是美的一沉。完了，听说这三公主是个变态，以折磨太监为乐，死在他手里的人不计其数。这是要送我去死啊！赵无极瞥了眼旁边藏有嗜血的三公主，也曾是死。身旁那这个老公主，正是杀人不眨眼的容嬷嬷。跟上，杀了那只豹子，谁赢了本公主有赏。然而天太监很快就惨死了。三公主示意容嬷嬷处理尸体，突然看向了神色平静的赵无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倒是不怕死啊！禀公主，奴才小吉子，奴才并非不怕死，只是想到了一款新游戏，能让公主开怀。她就是无聊透顶才滥杀无辜，用现代游戏吸引她，说不定能活下来。什么游戏？回公主，此游戏名为斗地主，需用特制纸牌。奴才在杂役司条件有限，尚未做好，但纸牌的制作方法和玩法，奴才早已熟记于心。先把玩法说清楚，敢糊弄公主，死无全尸。这老妖婆果然狠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赵无极缓缓讲述斗地主的玩法后，果然三公主很是感兴趣，当即让工匠去制作纸牌。小吉子，以后就由你陪我玩，记得再多小心新鲜游戏。这小太监面相不凡，倒不像短命鬼，暂且留他几日，若敢耍花样，当场了结。随后婢女小婢就送赵无极一行人回到了杂役司。告诉李公公，这个小吉子要好好照顾他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，我肯定会让他生不如死。蠢货，小吉子若有半点差池，你和李公公都得死。奴才明白了，绝不敢怠慢。小婢离开后，外太医院的常太医突然来了，想选2人去太医院打下手，一眼选中了赵无极和另一名太监小柱子。小吉子，我们运气太好了，跟着常太医，以后就有靠山了。总算能离开杂役司了，太医院是个好地方，既能发挥我的医术，又能远离三公主。先站稳脚跟再说。2人跟着常太医来到外太医院，刚进院子就听到了很多伤员的痛苦嚎叫。你们记住2点：一，在这里要学好本事，否则滚蛋；2，我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常太医，王将军昏迷不醒，好像快不行了，您快点去看看吧。来了，他暂时死不了。德球，你过来安排一下。来了，上了。这矮子跑得倒快，说不定也会武功，在宫里果然藏龙卧虎。常太医匆忙去救治王将军后，德球就笑看着赵无极2人道：“你们叫我求过就行，师傅安排的活简单的很，猪都学得会。先给我学会要包扎，这是最基本的。”谢谢球哥。德球带着2人来到小院，指着晾晒的布条讲解注意事项，又拿出草药包让他们闻味道记牢。这些布条要水煮晒干，药包7天一换，用来杀菌的。上药换药前必须用火热汤洗手洗脸，养成习惯。球哥，这草药包是冰片和硫磺做的吧？你还懂医理，不错不错，跟我来现场学换药。 3人来到病房内，只见床上躺着昏迷的中年将军，旁边还站着未穿男装的清秀女子，正是将军之女铁英吉。英吉，我来给你父亲换药，今天喝药了吗？没有，父亲昏迷2天了。德球解开将军身上的布条，赵无极一眼就看出腹部伤口已经发炎腐烂，胸部的刀伤也没有妥善处理好。用黑须汤清洗，再涂黑玉膏包扎，包扎要包紧。球哥，这腹部伤口已经起了热毒，只用黑玉膏不够，得先清创消炎。消炎？你说的是驱热毒吗？我有强效药，就是怕将军扛不住。这伤口缝合引流，再用烈酒消毒，恢复速度能快1倍，正好露一手。在太医院站稳脚跟，将军脉象有力，身体素质强，应该扛得住。球哥，准备人参汤，剩下的伤口我来处理，20日内必能让他康复。这么快？你说说具体怎么处理？用烈酒清洗伤口，胸部和大腿的伤口要缝合。腹部伤口缝合后，以布条置入伤口内引流，再敷上驱热毒的药，恢复自然更快。你说的当真？20日就能让我父亲醒过来？只要好生调养，最多22、23日，将军便能痊愈。不过我需要针线，还要用沸水煮过进行消毒。我去准备，你一定要治好我父亲。这可是神威军的先锋大将铁衡，不能贸然实现，我得请示师傅。不用请示，常叔叔那边我去说。球哥，你配合小吉子准备东西。这是我在太医院的第一次机会，必须成功治好铁将军，既能抱上大腿，又能证明我的价值。一炷香后，常太医就回来了。此时他已经听德球讲完了事情的经过。你这方法师从何人？真有把握让铁将军20日内康复？回太医，奴才进宫前就一直随家父行医，习得此术。20日内康复，奴才愿以性命担保。
太监10岁入宫，哪来时间行医？真是破绽百出的借口。但铁将军伤情恶化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去拜七院带个受刀伤的卫官来，和铁将军伤势相近，先试手。铁营吉很快带来一名卫官，只见对方身上有7处刀伤，伤势严重，但精神尚可。赵无极接过德球，准备好了对主妃的针线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小将军，且先忍一忍，酒水清洗伤口会有点疼。无妨，你尽管动手。赵无极拿起烈酒冲洗卫官额头的伤口，卫官紧眯了眯眼，面不改色。随后赵无极就开始缝合，手法很是娴熟。你没有内力，奴才只是杂役太监，没资格习武。也是，太监不到总管级别，不许习武。继续吧。小吉子，你这手法真特别，缝完伤口真能好得更快吗？等伤口愈合你就知道了，这样能减少感染，加速收口。忙了近2个时辰后，赵无极终于将伤口全部缝合好了，还对发炎的伤口做了引流处理。此时常太医是越看越认可。你有什么感觉？太医，我感觉那些伤口不那么丝毫啊。常叔叔，快让小吉子给我爹缝合吧。按小吉子的方法，准备给铁将军治伤，再弄碗人参汤来。将军昏迷，可用口对口的方式渡参汤，更易吸收。唐伯伯看着赵无极，眼中多了几分赏识，默许了他的建议。铁英吉连忙去准备人参汤。你还会什么？奴才只懂些医理皮毛，侥幸会这缝合之术。以后在我这安心待着，想学什么尽管说。医者须有仁心，你要记牢。谢太医收留，徒儿谨记教诲。常德佛随手一挥，就有一股无形气浪将赵无极扶了起来。我的天，这太医武功这么高，有他罩着，我暂时安全了。你是内宫太监，我不能收你为徒，但外3院永远有你的位置。闻言，赵无极心里真正的放松了下来。走，去看看德球他们的进度。2人来到前院，只见德球等人正按缝合之法处理伤员，用硫化粉驱毒，疼了就让他们喊出来。德球小心翼翼撒上少许硫化粉，只见伤口处的肌肉瞬间被腐蚀了，伤员们都痛得嘶吼不止。这哪里是药，分明是化尸粉啊，比浓硫酸还狠，必须改良。常太医，硫化粉药效过烈，不如调息试试，既能驱毒，又能减少伤员痛苦。不行，我试过调息，药效根本不够，没法化掉腐肉。我可当场配比对比效果，我按特定比例调配，达不到化肉效果，却能精准消炎。您给我一次机会。可以，你动手吧。赵无极取来2碗清水，按不同比例调入硫化粉，又用筷子把上葡萄制成简易面前，蘸取细料为另一名伤员清洗伤口。只见伤口处冒起了气泡，而伤员却紧皱了皱眉，并无嘶吼。您看，此浓度可以去腐消炎，却不伤正常肌理。铁将军的腹部伤口，用这个清洗最佳。德球，记下这个配比，批量调制。正当几人忙碌时，一个个子极高的人匆匆跑过来，神色慌张道：“师傅，不好了！丽妃院来了宫女，说3公主要找小妻子过去。3公主不好应对，你若是遇到麻烦，就说我正安排你给铁将军治伤。这3公主在宫里无人敢惹，她的贴身宫女又是个老魔头。小吉子此去是死是活难说得很，但铁将军是神威大将军的人，皇上都看重他，应该有点用吧。完了，刚脱离虎口又入狼窝，偏偏还不能拒绝。赵无极来到门口，只见小婢一脸冰冷的等着，眼神像在看死人。跟我走，希望你能让3公主开心，否则有你好过子吃的。毕姐姐，不知公主找奴才何事？少废话，走。一个宫女都这么跋扈，这丽妃院果然是龙潭虎穴。哎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赵无极被小婢带入丽妃院内院时，只见丽妃与3公主正坐在软榻上，桌上还摆着加工好的纸条。奴才见过娘娘，见过公主，进前来。赵无极跪着挪到桌前。狗奴才，快演示斗地主怎么玩。是，奴才这就演示。赵无极小心翼翼讲解着纸牌规则与玩法，从洗牌、摸牌到炸弹、大小王，母女2人听得十分认真。来，我们3人打一把，如果你赢了有赏，如果你输了，呵呵。摸牌时，赵无极不幸抓到了大小王，瞬间心头一紧。此时3公主明显也感觉到了赵无极的推挤。大小王是不是在你那？快叫地主，否则我和母妃打死你！这是要打牌还是要打我？赶紧认怂，保命要紧。娘娘饶命，公主饶命，奴才不知会抓到大小王。这就把牌换了。你敢信？穿越成太监刚2天，我差点死4回。斗地主摸到大小王，竟引来杀身之祸。娘娘饶命，公主饶命呀！我也不知道我会抓到大小王的，要不我把牌换给你。这个小太监身上居然没有那种淡淡的尿骚味，那里也似乎跟别的太监很不一样。等会试探一下真假。娘娘，丽妃挥了挥手，起来吧。要是能好好陪我们打牌，或许就会饶了你。谢娘娘的不嘎之恩。赵无极说完起身，小心的陪着他玩了3把之后，3公主开口：母妃。这斗地主也太好玩了吧！确实有意思。要是告诉皇上纸牌的发明者是我，皇上肯定更宠我。这小太监留不得。不过小吉子，你想活还是想死？赵无极冒冷汗跪下。这宫里的女人真是好狠心呀，利用完就想嘎人。娘娘饶命，
奴才还能发明更好玩的游戏哦，说说看。奴才想到一款叫麻将的游戏，再给我5日就能完善好。三公主两眼放光，还要等5天？这小太监果然还有真家伙。我去，这是要屠我的身子！啊哈哈哈！小棋子，你以后就待在我院里，好好的发明那叫什么麻将的游戏。来人，小婢容嬷嬷进屋。娘娘有何吩吩咐？小婢把她安排在沐浴房候着，5天内她要什么给什么。容嬷嬷，你跟我来。明白了，娘娘。就这样，赵无极被小婢宫女带离院子，三公主也跟着走出了院子。院里的内鬼查到了。回娘娘，2名易容宫女已锁定，这2天就会动手。地下牢房也建好了，隔音绝佳。抓活的，我亲自审，让那些黄字狗咬狗。娘娘请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另一边，小婢把赵无极带到大屋子后便离开，剩下赵无极和3个小太监站在原地。我们都是被丽妃留下的，伺候她洗完澡还有别的安排。赵无极面露恐惧的擦汗，别聊了，赶紧干活吧。不知道今晚会死几个人？为什么会死？给丽妃按摩，稍有不满就会被容嬷嬷一爪子插死。她要用头盖骨修炼，神龙卫不能杀，就拿我们太监开刀。在这宫里，太监的命不如猪狗。丽妃知道我是假太监，摆明了想给皇帝戴绿帽。事发就是灭九族，刚逃开杂役司，又入死局。赵无极此时有一种无力感。穿越前看过一些网络小说，主角穿越要么有奇遇，要么带系统。他倒好刚穿来2天，差点嘎了4回，还是在宫里找条能保命的大腿。正寻思着，门外出现了小婢宫女的身影，接着小婢宫女又把她带去了外太医院3院。赵无极2人走进院子，小柱子门前等候。小吉子，你快点过去，铁将军的缝合等着你过去看看。难道是常太医来领我了？可小婢怎么也跟着进来了？难道他是等伤口缝合完事，再带我回去？小吉子，你有所不知，为了让你走这一趟，他们付出了多少？此话怎讲？小将军在常太医口中得知你被丽妃带走，立即在常太医的主意下去找神威大将军府求助，又去联系了大内总管蓝威，才把你从丽妃娘娘的院子带出来，给铁将军缝合伤口。可丽妃娘娘那边说你忙完了，必须再带回去。看来这丽妃是真的要吃定我了，得远离丽妃，不然我随时会BBQ的。铁英吉走来，小吉子，人参汤我准备好了，其他的也准备好了，可以给我父亲缝合了。我来治伤缝合的话，房间内最多2人帮忙，其他人在屋外等等吧，不然会影响铁将军的治疗。我和英吉留下帮忙，德球，你和其他人出去吧。小婢宫女闻声点了点头，心想反正他跑不掉，抬脚便跟着德球离开了。此时屋内只剩下赵无极、常太医和铁英吉。常太医，小将军，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不回丽妃那里？那丽妃想要对你做啥？是让你陪三公主玩吗？赵无极满脸窘迫，陪三公主开心，那是随时会没命的。你把铁将军治好就好办了。英吉，等你父亲醒来，让他给神威大将军联系下，把小吉子带到军队当随军医士。可他是公公，不能出宫的。没有事，只要蓝总管批准的话，是可以出宫办事的。常太医，缝合完后，小将军能不能以伤员需要观察为由留我？没有问题，我不怕任何人，我也有1块免死金牌，我保定你了。小吉子真是感激不尽，快请起。这小将军怎么看都是个美女，还有那神威大将军，若能抱上他的大腿，我肯定能离开这深宫大院。不过眼前要把这位铁将军治理好，日后就不怕没有人替我撑腰了。爹您醒了，常叔叔，你们开始给我爹治伤吧。小将军，趁你爹醒了，你把人参汤给你爹喂上。铁英吉端着药给铁将军，赵无极已经开始帮铁将军清创伤口。爹，您忍着，一会就好了。这位小太监是？爹，这是常太医找来给您缝合伤口的，却有超前的缝合医术。铁将军，您再忍忍，我这边马上就好。赵无极一丝不苟地缝合着，想着自己要脱离危险，只有靠常太医和小女将他们。这个小太监医术果然如常太医说的那般超前，不知道缝合之后，爹的身体会不会康复比较快？常太医，这位受伤的将军，最好再开点清热解毒的汤药，对他的康复有好处。这个自然，我待会儿重新再开个药方。小将军，你父亲的这伤，最好是这些天要连续换药，效果会更好。你这把伤口缝合上了，以后怎么换药？赵无极刚要回答，门外却传来宫女小婢那不耐烦的声音：常太医，小吉子忙完了没有？丽妃有交代，他忙完后我得带他回去。常太医，怎么办？常太医拍拍赵无极的手，神威大将军吩咐过，这位小太监必须把家父的伤治好之后，才能让他离开。小婢推门而入，凶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小吉子是丽妃的人，你敢强留下来？是神威大将军的吩咐，我只是执行军令。你们自己想好，我这就回去向丽妃复命。如果不是大将军发话的话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铁恒坐起身吼道：“你给我出去！”哼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回去禀告丽妃娘娘。滚出去！丽妃要是告发我是假太监，我死定了。假太监混进太医院，发明纸牌游戏被三公主盯上，本想跑路，却撞见个要杀皇帝的女刺客，他的命
这下彻底悬了。赵无极心事重重的给铁将军处理伤口。小吉子，魂不守舍的，到底在担心什么？我发明的纸牌游戏被三公主盯上了，这要是被小婢带回宫，我就彻底没退路了。要是告诉你，我真正怕的是假太监身份被丽妃告发，到时候就是死路一条。陪着三公主玩就是了，别得罪她身边的老宫女，保准没事。你别怕，先待在外3院，等我父亲伤好，我让他写信把你调到军中一营，保你安全。那就劳烦小将军了。小友，你这治伤方法真新奇，我现在舒服多了。铁将军，我用了双氧水清洗伤口，专门对付热毒化脓的伤，再用棉签蘸着用，干净又方便。把这棉花找根小竹签包在前方，有了它，再小的伤口都能清洗。小吉子，你这脑子里到底还有多少我未接触的医术？嘿嘿嘿，也许还有很多很多。另一边，小婢回宫告了状，丽妃顾忌皇帝，只能妥协，但还是让小婢折返外太院给赵无极带回。小吉子，丽妃娘娘令你明早回宫，这是令牌，以后你就是娘娘的人了。铁将军的伤，你每日来换药，换完就得走。奴才记下了，谢小婢姐姐通传。送走小婢，贤干拽住赵无极，脸色凝重。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都别出来。外宫是杀手进宫的必经之路，慕容统领故意放他们进来，神龙未会收拾，你待在屋里绝对安全。多谢贤感兄弟提醒。赵无极关门便钻进被窝看书，不一会便听见了屋外的厮杀声和吵架声，不知不觉，赵无极便睡了过去。突然，一阵寒风吹开了窗户，一个黑影钻进了屋里。谁？救我，我肯定会后报。是女人的声音，你是谁？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你不要害怕，不要乱叫，救我。这是黑衣刺客，女的。神龙卫搜查刺客全部起床，大家开门，配合检查。赵无极开门便走出去，卫士刚走到门口，贤干笑着迎上。这屋我刚从里头出来，就不用检查了。好，贤干兄，你们休息吧，打扰了。没事，今天是哪方的刺客？应该是六国的余孽来找死，你们休息吧，我们要继续搜查。好的，大家继续睡觉吧，小鸡子没吓坏吧？哦，没事，还好，幸亏有贤感兄提醒。没事了，睡吧。谢谢你，小兄弟。他们说你们是六国的余孽。救我，我会报答你的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今晚还救了你一命，我信你不会对我怎么样。看你伤得这么重，先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。小兄弟，你轻点。姑娘，我只是宫里的公公，临时住在常太医这屋里。今天晚上我可以帮你混过去，明天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。救救我，帮我想想办法。姑娘，你等会儿，我去取点伤药过来。取药回来，赵无极蹲在她身边，开始查看她身上的受伤情况。此时这姑娘惨白的脸上有点红晕。小兄弟，你是太监吗？是呀。对了，怎么称呼你呢？我叫江若然，怎么称呼你呢？我叫小吉子，忍着点，我帮你把断剑取出来。神龙卫的箭头有倒刺，要缓缓的拔出，我能忍受，最主要是帮我止住血。我尽量减少你的出血量。终于处理好了，小吉子，谢谢你。幸亏血止住了，接下来恢复几天应该就可以走动了。谢谢你。江姑娘，你们是怎么进皇宫的？想要刺杀谁？那该死的狗皇帝。为何刺杀皇帝？我本是蜀国公主，两国大战，我的父兄姐妹全死在大战中，我来是为了替他们报仇。你既然能进宫，那肯定有办法出宫。我今晚救了你，我想跑出皇宫，你有没有办法帮我？你为什么想要出宫？宫里不安全。等我伤好了，我有办法带你出宫的。那姑娘，你明天就待这里，千万不要发出声音。我想办法让常太医再把这屋里给我住几天。明天我会给你送吃的来，明天下午再给你身上的伤口换药。谢谢你，小吉子，你的救命之恩我不会忘记的。你早点休息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赵无极便收拾好走出了屋子，刚出门就跟常太医打个照面。常太医好早。小吉子，你一会儿给铁将军换药，我再看看你那引流不调的效果。我和德球会离开10来天，院子里的13名伤员就交给你和贤干帮我照顾。好的，常太医您就放心去吧，院里的伤员我会照顾好的。小吉子，有你在我倒是放心很多。德球，你和我今天要前往饿狼谷，你简单准备一下行李。贤干，院子里的病人就由你和阿肥负责照顾，小吉子也会帮助你的。放心吧，师傅。帮铁冯将军换完药后，赵无极拿了些吃食便回到了房间。江姑娘，你吃点东西吧，我今天还有事，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来。谢谢你，小吉子。你慢慢吃，如果晚上能回来，我再帮你换药；如果回不来，你自己按照我昨晚给你上药的方法换药就是了。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你好好养伤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里的常太医要10几天后才回来，你在这里暂时是安全的。好了，我要出门了。小吉子，你要一切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赵无极离开房间，看着手中的令牌，长叹了一口气。平安回来，我也想平安回来，可是这次能平安回来吗？离开外太医院后，赵无极忐忑地回到了丽妃院。丽妃娘娘已经在屋内等候多时。启禀娘娘，小吉子带到。小吉子，抬起头来，过来，靠近点，过来，再靠近一些。赵无极硬着头皮上前，丽妃突然伸手挽住他的手，轻笑：呵呵呵，知道我把你收入院是为什么吗？奴才明白，从今往后我就是娘娘的人，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聪明的狗奴才，外太医院叫你去帮忙，到底帮的什么忙？奴才会些外伤缝合，凑巧被常太医发现，现在正给铁将军治伤。
你以为提铁将军我就会怕？娘娘，奴才只是据实禀报，绝无他意。哼，让你也不敢，我想让你死，不过一根手指头的事。丽妃恶狠狠地说完，捏起一颗瓜子，随意弹向身边的花瓶，花瓶瞬间被击穿粉碎，吓得赵无极浑身发抖。丽妃随后捏住赵无极的下巴，仔细打量着他的脸。他这是在检查我是否易容。这丽妃生得极美，双手却极其的粗糙，果然是练武之人。不是易容的，这假太监怎么混进宫的？先留着，这么俊的真男人可不好找。丽妃看着赵无极这张清秀的脸，心里早已春心荡漾，想着可以暗地里收他为面首。小吉子，宫里的规矩你明白吗？奴才明白。那就宽衣吧。大白天就来，罢了，宽衣总比丢命强。小吉子绝对能让丽妃娘娘满意的，还能让娘娘迷上我的。啊哈哈哈，真会说话，快脱！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容嬷嬷的声音：“娘娘，将军来信。”好悬，差点贞洁不保。进来。容嬷嬷进屋，将信递给丽妃，看着手里的信件，丽妃表情是越看越严肃。娘娘，放宽心。你让我如何放宽心？眼前战事吃紧，神威军与西楚军正在鄂朗古鄂战着，铁甲军上月只发了半项，大部分还是爹爹自己补上的。我会照将军的意思多留意户部。那娘娘，这小太监还留吗？听到这，正在吃瓜的赵无极吓得一激灵。老子衣服都还没脱干净呢，你个老婆子就想插我的头盖骨？小吉子，我还有用，先留着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娘娘。小吉子，那个铁将军的伤要多久才能治好呢？回禀娘娘，铁将军的刀伤预估20日左右就会康复的。小吉子，你会医术？回娘娘，入宫前我随家父行医，本名赵无极。你是怎么逃过近身的？近身时遇刺客入宫，一片混乱，我躲在床底逃过一劫，后来就留在杂役司了。娘娘，我进宫时都是有记录的，当初家里太穷了，只有进宫才有活路。丽妃伸手轻掐着赵无极的手，另一手老实交代才有活路，弄死你跟捏死虫子一样简单。娘娘，我说的都是事实，绝无半点假话。小吉子，过来，给我捏捏肩。左边重点，果然真男人的味道就是好闻。这力道也不是那些小太监能给的，要不是操心父亲的事，今晚我就把他给用了。娘娘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记得进宫净身的时候，那时好像很多人突然杀了进来，很多小太监都死了，我是躲在床下面才活了下来。对了，我还记得当时还起了大火。丽妃只是的一声，她的思绪还在父亲与皇帝身上，在皇帝和自己父亲之间，父亲是最重要的，皇帝除了他还有很多女人，更何况现在他有了赵无极。你去叫容嬷嬷和小婢进来。好的，娘娘。赵无极乖乖地开门出屋，很快将小婢和容嬷嬷领进屋。容嬷嬷，去净身司那里好好查查，景安6年或7年，是不是有起火刺客进宫的事件？重点查一下和小吉子同一批进宫来的太监情况，查仔细一些。明白，我这就去查。小婢，以后小吉子就是我院子里的人了，你好好教他一些东西。奴婢明白，娘娘请放心。小吉子，你给铁将军帮忙治伤的事情，你就继续。不过你每天晚上都要回院里，你可以和铁将军关系处好一些，多了解一下鄂朗古的战况和神威大将军的各种情况，明白了没有？奴才明白。去吧，小婢，你跟着去下，告诉常太医，小吉子只是给太医院帮忙的，是丽妃院的人。娘娘，上次我说的麻将游戏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让将做将来一下，就可以很快做好。小婢，你带小吉子去一下将做局。好的，娘娘。就这样，小婢带着赵无极离开了丽妃院。路上，小婢对赵无极的态度温和了许多，毕竟能让丽妃赏识的太监不多。赵无极又生得好看，跟他套好近乎，说不定日后还能成为他的对视。小吉子在丽妃娘娘的院里有2点规矩，你要切记。婢姐姐请讲。一是丽妃院里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正常的，特别是容嬷嬷杀人的事情，这一点最主要。婢姐姐，我记住了。还有一条就是千万不要和三公主走太近，能远离就远离，特别是她和容嬷嬷在一起的时候。记下了。这2点你注意好了，你就能相安无事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伺候好丽妃娘娘。谢谢婢姐姐，我记下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一个院的人了，多提醒提醒我。小吉子，之前你在杂役司有没有和你对视的宫女？对视，没有宫女能看上我。那我们2人对视呗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在丽妃院里我们能活多久都不知道。赵无极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自己是假太监的事情只有丽妃知道，这要是和小婢宫女对视，危险很大。但小婢主动要求，赵无极不好当面拒绝。小婢姐姐看中我，我高兴得很。晚上我去你房间。赵无极话音刚落，身后便传来了一个极其阴冷的声音：“你俩给我站住！”吉公公，完了，怎么在这遇上吉安安？他可是杀人不眨眼，连神龙卫都感动的秋水司总管吉安安，他刚才不会听见我们的话了吧？完了，今日怕是难逃一死。你俩给我过来！哟，原来是丽妃院的小吉子啊！吉公公吉祥。赵无极能出现在这，吉安安很是无解。明明上次给他吃了自己配的七步刀，明明会七孔流血而亡，怎么他还好好站着？小吉子，你这是去哪里呢？回吉公公，我奉丽妃之命，和小婢前往将作局办事。回吉公公，小吉子昨日被丽妃收入院里。既然是丽妃娘娘身边的人，那你们走吧。丽妃正受宠还会武功，
身边老宫女更是狠角色，吉安安根本不敢硬碰。至于是要的人，可以找其他的太监。此时的丽妃容嬷嬷已经调查回来。娘娘，消息打听到了，静安7年，净身房那里确实发生大火，也有刺客进宫，的确只有小吉子一个活口。他果然不敢说假话，很好，这人以后就留在我院里为我所用了。昨晚抓的5人，你审讯有结果吗？那3男2女估计是死士，怎么问都不开口。行刑估计没有用。那你觉得这次这些人是谁派来的？回娘娘，我想了想，只有2皇子那边有这个可能，不过大皇子那边好像也有这个可能。不知道多少次了，老是有不长眼的过来找死，我们可不能这么被动的等人上门。娘娘，你的意思是？总被动挨揍可不行，让你御神教的人把2皇子帝都的产业全毁了。容嬷嬷一听大喜，她来到丽妃身边，一是保护丽妃和3公主，二是杨教主吩咐的尽量促成赵无双的铁甲军独立，若是立下大功，就有机会得到杨教主的赏饭盐丹，只要服下，可保年轻10岁。没问题，只是他们迟早会恢复。容嬷嬷，你亲自出宫吧，仔细打听2皇子在帝都具体有什么产业，然后回来我们慢慢商量，最好是抢光他们的银子，支持下我父亲。帝都有御神教高手，我这就安排打探。丽妃和容嬷嬷2人在院里继续探讨报复的计划。另一边，小婢已经带着赵无极来到了江作郡，跟将人们说了一下需求。赵无极提出要回趟外3院，小婢叮嘱御史拿出令牌即可。赵无极感谢道别：“小吉子，你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”你在这里好好跟着贤感学医。哎，我现在是丽妃的人了。小吉子，丽妃院的太监最多活1个月，你千万得小心点。没有事，我心事有数。贤感他人在哪里？他忙着呢，特意交代你回来就去找他。行，那我去了。赵无极走进一处屋子，里头贤干正在认真在给一名伤员换药。小吉子，你回来了，有没有遇到麻烦？一切正常，不过等铁将军好了之后，我得待在丽妃院了。你不用太担心，等师傅回来，我们再想想办法把你调过来。小吉子，外戚院有我一个哥们，他的腿断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治疗？你们以前是如何处理的？就是包起来，让伤口愈合起来。不过他们伤好了之后，腿也等于是废了。贤感兄，我得看伤员具体受伤的情况之后，我可以想想办法的。你先去吃饭吧，下午我把他接过来。他以前是我一个村的，很够义气的。贤感兄，如果我能让腿断了的伤员恢复到能自然走路的话，能不能让常太医把我正式调到外3院？以目前的形势，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了。小吉子，师傅会想办法向沈巍大将军请功的。那先谢谢贤感兄，我再回常太医的屋里多看看医书。下午你尽快把那个腿断的伤员带来让我看看。我到了傍晚必须回丽妃院，时间紧了点。那你快去吃饭吧，我再处理完3个伤员就去接我的兄弟过来。赵无极随便糊了2口，拎着吃食回到了房间。屋内，江若然已经等候多时，给他换完药后，赵无极又回到了病号房。贤感兄，我已经想出治疗腿伤的办法了。那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能开始了吗？可以了。想到丽妃的交代，赵无极试探性地问了一句：“这次受伤的士兵都是神威大将军的部下吗？”是的，这次神威大将军好像是遇上对头戏出名将完颜吧？此人战力极强，好像是浮沉境的高手。最关键的是他大战经验丰富，技少有百技。什么是浮沉境的高手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习武之人的内力分为3境：东虚、金刚、浮沉。这3境又分3品，李公公是东虚2品，我师父是东虚3品。那丽妃和容嬷嬷呢？他们是什么境哪个品？武功内力有品级，各家的功法全不一样。好比如宫里的公公，修炼的功法都是阴柔派的，内力比常人要狠。贤感兄，武功的内力修炼好不好学？你已经过了练武的年龄段，只能等你熬到了总管太监，就可以修炼公公专属的功法，很厉害的，不受年龄影响。这练武还有年龄歧视？景阳朝自建朝起就一直在打仗，武功内力是一回事，而各家的剑法、刀法、使用的兵器都不同。像宫里的蓝总管，现在他都浮沉境了，可怕的很呀，只用针线能把人封起来。师傅一提起他都有害怕的心理。那不就是电影里的东方不败吗？有没有那种快速增强武功内力的功法？等你到时了3品太监总管，那功法修炼起来就是很快的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比如说一个高手把自己的功力灌顶给别人的那种？这种情况也是有的，不过谁肯呀？除非是父子关系或者非常亲密的关系。不过一些将死的高手，有时会为了一些心愿，把自己一身的功力传给别人。这种情况很少很少。有没有那种吸取别人的功力，化为自己的那种功法？有的，杨吉吉的化虚神功，江湖上人人畏惧，一旦交手，功力会就被吸走，逃脱不及的话，必死。杨吉吉是谁？是御神教的教主，和丽妃的父亲赵无双有勾结，在宫里不要提他的名字，会有麻烦的。除了化虚神功，还有没有其他修炼神速的功法？也有一些邪修之法，但公公是无法练习的。赵无极点头，
继续手里的工作。今天得到这些信息就足够了。处理好士兵的伤腿，赵无极又去了铁衡将军的病房，准备跟他拉近关系。此时的铁衡将军已经好很多，正在跟铁英吉吃饭。小吉子来得正好，坐下一起陪我喝口酒。那小吉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将军，恶狼谷的战事是不是很惨烈呀？哎，惨烈！完颜霸不是草包，这次是硬碰硬的。神威大神君那么厉害，还打不过西楚人？哎，我敬你一杯。那神威大将军应该打得过完颜霸吧？不好说，都是浮沉境2品，势均力敌。那像您这么一说，有点悬了。小吉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上次杀了西楚的一名大将，得到了1块免死金牌的。这免死金牌除了谋反罪以外，犯了其他事情可以免死1次，不过金牌会被收走的。不要得意，上次西楚名将王子豹受伤了，这才让你得手的。如果他没有受伤，死的是你。以后在战场上跟着我，不要乱冲。天下兴亡，百姓最苦。说到这，赵无极又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穿越的伤心事。小吉子，你怎么了？想起了一些悲苦的往事，心有不甘。生活稍微过得下去的人家，那会狠心把儿子送入宫中当太监。这小吉子肯定出身叫苦吧？赵无极跑进房间，铁衡走来走去。小兄弟，你来了。我感觉我大腿上的伤口估计好的差不多了吧？将军，您身体硬朗，恢复自然快，让小将军多熬点营养肉汤，不出几日就能痊愈。我那好女儿一回府熬餐汤去了，我也想快点康复。赵无极扶铁衡，铁衡将军，您这边躺下，我来帮您检查伤口。铁衡躺在床上，赵无极检查。将军，您身体强壮，身上的刀伤比我预想中的恢复得更快一些。您这腹部的这条刀伤，再过10日左右就可以拆线了。小兄弟，真是多亏有你了。这种伤情要是换做以前，最少得2个月以上才能恢复好的。哪里，都是将军自身健壮，还有小将军照料得好。换好药寒暄几句，赵无极急匆匆离开。他必须尽快找到能帮他出宫的江若然。宫里的人已经要对他下死手了。赵无极推门关门，江若然欣喜。小吉子，你来啦。江姑娘，你快点起来，我先给你换药。我今天得出宫，不然肯定会死的。你遇到什么危险了？快跟我说。我先给你换药，待会儿和你细说。赵无极快速换药画面。你的伤口还疼吗？只有一点点疼，我现在呼吸都不那么疼了。小吉子，你快说说你遇到什么危险了？我真的好担心你。江姑娘，宫里有人要杀我，我最迟今晚得跑。你能不能动用宫里的内应，先把我送出皇宫？小吉子，是谁要杀你？我让内应去做掉他，我能调动2次内应。要杀他的是吉公公吉安安，那家伙武功高到连神龙卫统领都打不过，普通内应去了就是送死。江姑娘，你宫中的内应，他武功强不强？江若然歪头皱眉，具体不知道，有可能武功很高，也有可能权力很大，还有的可能就是他可以随意出入宫。赵无极瞬间放弃让内应灭口的念头，吉安安的诡异身手绝非寻常人能对付。赵无极摇头，还是想办法让我离开皇宫吧。送你出宫。这时，江若然突然想到宫里的2个内应只会帮助他，不会帮助他以外的人。小吉子，内应我能调动，但他们未必肯送你出宫，他们只帮我一个人。为什么？要是我们一起走还可行，但我身受重伤，行动不便只会拖累你，到时候咱俩都逃不掉。赵无极瘫坐在地，抱头欲裂。他是假太监的秘密绝不能说，这苦真是无处可诉。吉安安为什么没当场杀我？难道她是女人，看上我了，还是想拿我当拿捏丽妃的把柄？不管怎样，先练会武功才能自救。小吉子，你好好和我说说事情的经过，我帮你分析一下。脸上恢复镇定，伸手摸摸江若然的头。江姑娘，我已经想好了对策了，你放心吧，我没有事了。那就好，刚才你说的话把我都担心坏了。江姑娘，你有武功内力吗？我是洞虚1品境。这么厉害，那你有没有快速提升内力的功法？我现在急需武功自保，打不过至少能跑啊。你是公公，得学太监专属功法，那些秘籍要身体去世后才能练，进度比普通功法快得多。但你没有内力，学什么都白搭。那有没有捷径？比如功力灌顶，或者吸别人功力的功法？功力灌顶能让你直接晋升洞虚3品，但要看灌顶者的内力。吸人功力的只有化虚神功，可那御神教教主杨吉基，见过他的人都死了。他没有弟子在江湖上行走吗？化虚神功是教主代代相传，至于有没有弟子，我也不清楚。赵无极盯着江若然，眼里燃起希望。洞虚3品的功力灌顶，会不会是他逃离皇宫的唯一机会？而那神秘的化虚神功，又藏着怎样的秘密？吉安安回来了秋水寺，他还在想要不要把丽妃宫中有个男人的事情告诉蓝总管。现在这丽妃十分的受宠，宫里有男人是因为他父亲赵无双和皇上闹僵，他失宠导致的。蓝总管每次提起丽妃院的动静，皇帝都只是嗯声回应。
若是把这件事告知蓝总管，那就是给蓝总管送去一块烫手山芋，蓝总管肯定会禀报皇上。那之后呢？皇上会这么做？他表示皇帝的心思猜不透。还有这假太监是不是赵无双派给丽妃的？吉安思虑许久，还是觉得先把这件事放一放，以后再找机会会会这小吉子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赵无极都相安无事的活着，每天除了伺候丽妃、帮铁衡将军换药之余，还结交了李太医李春。李春学会赵无极的缝合之术后，蓝总管也向皇帝汇报了外太医院有个发明了缝合治疗术的赵无极。皇帝一高兴便赏了。赵无极和张若然在吃饭。小吉子，我发现这书架后有一个暗格，我可以移过去，直接在那里方便，就不用你来捣了。书架后有暗格，在哪里？江若然移动书架，出现一道暗格。我是无聊看书的时候发现的。你下去看没？你呀，笨死了！我现在哪能动嘛？赵无极上前踩了踩，发出咯吱声。这里这么隐蔽，说不定常太医都不知道这里有个暗格。江姑娘，你继续吃饭，我找点东西下去看看。下面会不会有好多钱呢？你喜欢钱吗？当然了，没有银子的话，很多事情都不好办。这些事情不和你说了。这话倒是不假。赵无极找来一些蜡烛点燃，揭开暗格，小心翼翼地顺着木梯往下走。小吉子，里面有啥？你吃你的饭，我正在看呢。哦，地下室有很多书架，书架上除了书，还有一些上锁的盒子。这里面都是些什么？赵无极用棍子敲开，盒子发出金光。金子。赵无极又打开另一个盒子。天哪，这么多黄金呀！以前听太监们讲过，景阳王朝是在南梁的国度上重建的，这笔黄金应该是前朝留下的。赵无极激动的连续点开了4个箱子，全是金元宝。第20个箱子打开则不是，有5本不厚的牛皮书，还有很多怪怪的像是圆形暗器之类的东西。赵无极用蜡烛照，翻看书籍。画骨掌，这种掌法没内力练不了。这本是阴神，什么鬼？理解不了。这本叫鬼影步法，又是什么鬼？小吉子，下面到底有啥呀？这里的黄金折成银子的话，最起码也得2000万两左右，也不知道是谁放在这里的。现在这个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就连江若然也不能。赵无极胡乱将5本书塞进怀里，啥都没有，只有一些化成渣的粮食。赵无极爬出房间，将暗格盖上。既然里面没什么，那我以后就在那方便了。行吧，省得我来回给你倒了。离开房间后，赵无极一路上都在琢磨怀里的武功秘籍，其中名为阴神的尤为引起他的注意。阴神以吸取有武功的女性内力化为己用，对他来说目前是最好练的。在吸收到金刚镜之前，要缓缓吸收消化是什么意思？不行，趁天色还早，我先去问问贤感兄。赵无极快步走进一处院子，贤感兄可在？小吉子，啥事？贤感兄，上次我问你有没有快速修炼内力的功法，你说公公不能练习，是什么功法？你问这种事情干啥？上次你说过嘛，我就是感觉有点好奇呗。这种功法失传了，那传奇人物也被赵无双带铁甲军12战狂干掉了。你好好说一说，是怎么回事？你打听的这种功法，被所有江湖人所不耻的，是南梁大内总管南宫羽生的功法。听说邪得很呐，是用那种怪异的方式吸收别人的功力来提升自己的功力。这个门派之前被一些江湖人联手灭绝了门派，但是有一些人跑了出来。这个南宫羽生后来在南梁皇宫里，后来被人认出来了。不过自从他死了之后，这种邪门的功法就再也没有现世过。那被吸收内力的人会怎么样？具体不清楚，我只是听人说的，应该就是内力会被吸的。看来贤感也不知道这功法的一些说法。这些书是在原南梁的房宫里找到的，那么就是南宫玉胜留下来的。那现在看来，那些黄金也是他留下的。从外太院离开，赵无极在荷花池遇见了专门等他的吉安安。吉安安见到赵无极就是一顿检查。吉公公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哟，还敢问我话？你不知道我的秋水司是干什么的吗？明白，公公以后有吩咐，小吉子肯定会帮忙。这家伙居然不怕我，难道他除了丽妃还有更大的后台？他的进攻记录一切正常，离奇的是和他同一批进攻的人当时都被弄死了。难不成当时那个小吉子死了？这个是他的双胞胎？你跟我来一下。他应该暂时不会把事情闹大的。换位思考，如果吉公公敢对我出手，那可是丢皇帝的面子，到时候他也没有好果子吃。况且丽妃的爹可是无双将军，统领着铁甲军呢。吉公公有何吩咐？咱家是负责秋水司的，你就没有什么话和我说一说？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少越好，或者装作不知道反而更好。小子有点狂呀！都是为主子做事的，何苦互相为难？再说我是为丽妃做事，无双将军是知道我在为丽妃做事的。吉安安一把将他扔在地上，可以初步判断这个假太监和赵无双有点关联。至于他是不是丽妃的面首，那倒是无关紧要的事情。建立景阳王朝，赵无双带领的铁甲军灭了4国，其余2国是李靖和王景灭掉的。这大佬们打架，我还是当旁观者比较好。这几天我从未见过你，听明白我的话没有？奴才这几天一直在外太医院和丽妃院，从未见过吉公公。吉安安转身，滚吧！赵无极爬起来弯腰，奴才这就滚。
小命总算是保住了。赵无极离开荷花池后，一路狂奔回丽妃院，在门口便看见了小碧。齐总管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？碧姐姐，怎么了？娘娘在找你，蓝总管也来了，你快点跟我来。对了，你所说的麻将将做局的人送来了，要不要这个时候给娘娘？麻将先放放，蓝总管是来找娘娘的吧？不是，他是指名道姓找你的。找我？找我做什么？赵无极跟着小弟身后快步的往丽妃的主院走去，远远的看见丽妃是坐着的，边上是一位身穿红袍的大太监站立着，而后面还站着一大堆太监。我去，这么大的阵仗，不会是要我命来的吧？见过娘娘，见过蓝总管。知道了，小吉子，功力有少，你接旨吧。这丽妃语气如此嗔怪，是生气了？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蓝总管正打量着赵无极，今天刚刚听手下汇报说丽妃院上报一名总管太监，丽妃院本来就缺少一名太监总管，平时宫里想要给丽妃院传话之类的极为不便，现在丽妃主动上报人选，可没想到是赵无极。那个人前3天还在杂役司待命，第2天就调到外3院，第3天就被丽妃看中，这第4天竟然当上了丽妃院的总管太监。最关键的是，皇帝说了个赏字，这个小太监真是气运冲天呀！小吉子，听旨。赵无极连忙趴下，奴才接旨。小吉子发明了刀伤缝合技术，还发明了双氧水年签。帝听之愉悦，亲口说了赏字，大家封你为3品太监总管，好好侍候丽妃娘娘，你可明白了？谢公公，奴才以后肯定会侍候好丽妃娘娘的。蓝总管扶起赵无极，小吉子，可喜可贺呀！多谢公公栽培。哪里啊，咱们都是皇上的奴才，侍候好主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你现在是丽妃院的太监总管了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的同事，以后大家要多亲近亲近。蓝总管带着赵无极一给身后的10来位大太监介绍，其中也包括齐公公。见过齐总管，以后我们要多亲近，一起侍候好主子。那是，以后很多事还要请教齐公公呢，望齐公公多多关照。诸位都听好了，以后齐总管有需要什么，你们要无条件的给我办好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蓝总管走到丽妃跟前弯腰，娘娘您看还有什么吩咐？那就谢谢蓝总管了。那奴才就告退了。退下吧。蓝总管拍了拍赵无极肩膀，小吉子，你现在是太监总管了，有资格练习属于咱们的武功了。明天你去找雨公。谢总管安排，奴才只想侍候好娘娘，练不练武无所谓的事情。武功还是要学的，多点自保的手段，你懂的。抽空你去一下上武局，机会难得的事情。谢谢公公关心。蓝总管一伙人离开之后，我只是随意给伤员缝合一下刀伤，既让皇上知道了，那以后和丽妃的事要更加小心了，不然被皇帝发现，绝对掉脑袋。我现在是3品太监总管，日后要想出宫，向蓝总管报备一下就可以了，这却是一件好事。那我明天就可以找借口出宫。然后不妥，我现在孤身一人难成大业，太难了。小毕走过来，齐总管，你发什么呆呀？我带你去新房间，还有我们要快一些，时间不早了，您还要去伺候娘娘铺床换衣呢。好，劳烦毕姐姐了。赵无极升官加爵后，房间也从以前的小房子换到了丽妃不远处的大房间，准备好一切。赵无极来到丽妃寝宫，丽妃正靠在榻上发愁，为何要我的3公主去和亲，而不是夷狄国的公主来和亲？不行，我绝对不答应。娘娘，今晚小毕和昨晚一样，把洗澡桶弄进来，去吧。对了，把容嬷嬷叫过来一下。娘娘，马上就会好的。小吉子，来，给我捏捏肩膀。好的，娘娘。娘娘有何吩咐？父亲又来信了，你怎么看？容嬷嬷看了看丽妃身后的赵无极，用目光询问丽妃。小吉子，我和容嬷嬷说的话，你仔细的听，倒是帮我出主意。明白，娘娘您放心，我肯定会认真听，并帮您想出好主意。娘娘，3公主那娇滴滴的身子，哪能嫁给那些不洗澡的蛮子？我是问你有什么建议，不是听你说这些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有2个办法，一是让3公主提前嫁人，这样就不用嫁到夷狄国去。第2个办法呢，简单的很。娘娘，干脆我们直接回无双将军那里算了。听他们这意思是3公主要去和亲。小吉子，你用点力气按摩。遵命，娘娘。容嬷嬷，你把帝国的形势，还有天下4国的形势好好的讲一下。赵无极认真的听着容嬷嬷所讲的景王帝国1的4股势力。这赵无双、李长枪、夏殿荒还有皇帝王景是真的无奈，如今3分天下，而宁王的势力搁在夷狄国与中原大地之间。你们全部退下吧。小乖乖，来，坐我身边来。小乖乖，3公主的事情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娘娘，这事情很好办呀。那你快说。第一，了解对方找3公主和亲的目的，公主只是牺牲品，他们列了那些陪嫁品清单才是主要的。既然他们的目的就为了陪嫁品，那么可以让他们送个公主，或者随便送个女人过来嫁给帝国的皇子。我们陪嫁品多一些，
他们就会愿意的。那第二呢？第二，这夷狄国主要是趁乱想来讨要好处，可以建议皇上和西楚先休战，打他们的狗血喷头，看他还敢不敢来占便宜，去抢他们的牛羊回来吃。小乖乖，来，你来像个男人一样搂着我，继续说下去。娘娘，如果皇上同意这个方案，那公主根本就不用出嫁，我们可以反过来逼他们嫁公主来，还得好好送陪嫁品来。就是，那第三呢？这第三，我只是说说，估计动用神威大将军和西楚军休战需要一段时间，可以建议皇上让铁甲军和李长枪的部队各出一半，去打夷狄军。只要去打了，公主和亲的事情自然就没了。让父亲和李长枪的部队各出动一半，皇上肯定是愿意的，而且去打的是夷狄国。不过这一点得和父亲提前说一下，我的亲亲柔柔小心肝，你再说下去呗。娘娘，这第四和第五属于阴招，是建立在前面3招失败的情况下，不得已而用。继续讲，我的小心肝。公主出嫁的时候，带人去抢，打扮成末流黑旗军那样，把公主抢回铁甲军再说。这样的话，帝国、宁王、夷狄3国就扯在一起了。不过这个方案要计划详细。这事情好办，父亲有12战狂，让他们带军队出动的话，肯定能完成这个事情的。小乖乖，那第五呢？用无赖的办法，公主生病了，公主离宫出走了，公主失踪了，正在找她呢，先推脱着再说。那还有吗？还有第六，直接让无双将军派一队狠一点的军队，直接杀入夷狄国，让他们胆寒一下，敢打将军的外孙女、外公来教训。这个好，那还有呢？还有第七，夷狄国的使者来帝都，直接派人给我暗杀了，敢再来，再暗杀，整不死他们。这么一弄，公主和亲的事情就变成屎都被杀事件了，由得他们忙的。小乖乖，你真是我的心肝小宝贝，这些主意足够了。为了奖赏你，我今天晚上给你一回皇上的待遇。小乖乖，今天在太医院忙完之后，快点回来，把膳食房好好提高一下，你自己得好好补补，可别累坏了。谢谢娘娘的抬爱。小吉子，以后床上的物品收拾由你一个人。还有，今天让奴才们把水桶移走，以后不用再弄进来这么麻烦。好的，娘娘。宫里情况复杂，你要小心蓝总管和吉安安2人，千万不要让他们发现你是假太监。明白，我肯定会小心再小心的。本宫今天要去皇帝那接娇弱回来，你去太医院忙完就快点回来。娘娘，你能不能和三公主说一下，不要再玩那些杀人的游戏？接回来之后，你就陪她玩玩游戏吧，她就不会那样了。我和容嬷嬷说一下就行。女孩子太残忍了，总归让人不喜的。膳食房的4个宫女都是父亲派来的，比容嬷嬷更值得相信。你可以和她们好好交流交流。好的，娘娘，她们会武功吗？都会，她们年龄虽小，但都是洞虚境3品。最主要的是她们对我很忠心。明白，那我以后要出宫买东西，就带他们一起去。可以，需要银子的事情你找小毕就行了，他从小是跟着我的，也是可信之人。走吧，本宫肚子饿了，带我用膳去。丽妃现在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了，目前在丽妃院不会有危险，除非吉安安发难，还是得要尽快把缩阳神功练会，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。现在我孤身一人不好办事，得想办法找几个知心人替我办事。娘娘，奴才想从杂役司调几个太监来当手下，您看行不？调太监来干什么？奴才脑子里还有一些想要发明的东西，得有助手帮忙。你想发明什么？游戏吗？回娘娘，奴才想发明一些好吃的、好玩的，让公主开心。可以，但是不能让太监进院里，咱们这里人越少越好。后院有一大片园子是空的，你让他们住进去就是。谢谢娘娘，我肯定会研究出好吃的东西给娘娘品尝的。好了，不要贫嘴，你就老实一点的待在院里，在后院里陪公主开心就行了，其他的不要多事。明白，娘娘放心，只要那铁将军的伤好了之后，我就老实待在院里，哪都不去。裴丽妃用过膳后，赵无极来到后院，看着扫地的3位老嬷嬷和冬雪。冬雪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吉总管，有什么吩咐？你去膳衣局再领10床床单和被褥回来，以后换着洗。娘娘最近在练武功，天天要换洗的。明白了，只是领被褥的事情，你得让小毕姐去领，或者你去，我跟着你去领。毕姐姐，我吃过饭要去下太医院和杂役司，娘娘也让我把后院好好整理下，你带领嬷嬷们提前去整理一下。话音刚落，3位老嬷嬷齐刷刷盯着赵无极，眼神带着挑衅。怎么，娘娘的话你们都不听了？娘娘的话我们肯定会听，不过如果是有人假传话的话，不会有好果子吃。哟嚯，居然敢凶我！晚上好好和丽妃说一说，整不死你这个老妖婆。这可都是丽妃娘娘的旨意。小吉子，别冲动，他们都是御神教的人，1等1的高手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而且他们跟容嬷嬷的关系很好。难道他们也喜欢抓头盖骨？你没来之前，我们都是互不干涉，他们杀他们的人，我们忙活我们的事，各干各的，谁也不得罪谁。可你成为总管后，就代替了容嬷嬷，他们很是不服气的。原来这院里早已分成3派，丽妃和小婢一伙，膳食房宫女一伙，9个老宫女又是一伙，明争暗斗从不停歇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我已经被他们给盯上了。大家都是丽妃院的，不要吵，让娘娘知道了对大家都不好。既然娘娘有吩咐，让我们去收拾后院，大家去就是了。如果谁不想去的，去和娘娘说一下。赵无极心里清楚，丽妃只同意让我安排太监入住后院，但没说让老嬷嬷收拾。可面子不能输，你们爱去不去，有本事就不用去。我可是蓝总管亲封的丽妃院太监总管，
不听我的命令就等同于不听蓝总管的命令。蓝总管可是大内总管，整个后宫他说了算。老嬷嬷们听后瞬间面露惊恐。吉总管，大家都是丽妃院的人，我们去干就是了，不要扯到外院的人。小毕，你说是不？吉总管是蓝总管封的，大家听他的也是应该的。有不同意见可以去问娘娘。你们都给我老实的听话，要好好的侍候丽妃娘娘。告诉你们，连当今的皇上都对我说了一个字赏，那说明皇上很看重我，不然怎么会赏我呢？你们要是敢跟我作对，那不等于是和皇上作对。小毕暗自佩服。这小吉子真有一套，先扯蓝总管，再搬皇上，难怪受娘娘重用。吉总管，以后您有事安排就是，大家都是一个院的人，应该互相照顾嘛。咱家主要是侍候娘娘的，你以为那院子收拾完给我住呀？那是给三公主开心用的。蠢货，哼！看来以后这后院有的热闹了。不过今天老嬷嬷和吉公公对立的事情，还是要告诉娘娘。赵无极见目的达到，也不穷追不舍，离开丽妃院，直奔外三院。一路上穿着新总管太监服，太监宫女们纷纷问好。吉总管好，吉总管吉祥。哎，果然是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一个字，爽！一统乱世，格局不同，得赶紧找些手下帮忙，先把小柱子和小桂子调出来，教他们练太监能学的武功。小吉子，还是你吗？当然是我，以后你就跟着我，安全。待会儿我把小桂子也调出来。嘿嘿嘿，好好好，以后我就跟着吉总管干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小吉子，你这是？感激常太医，感谢李太医。我之前在这里用缝合治伤的事，竟被皇上知道了。皇上说了个赏字，蓝总管就让我当丽妃院的太监总管。恭喜你呀，你现在也可以练武了。不过你在丽妃院还是要小心点，那个院子特殊。这个我知道，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，一直都是。对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大卫的伤口换药，待会儿你来背。你先给铁将军换药。行，我们一起忙活吧。那我先去铁恒将军的屋里。铁恒、铁英吉都在房间里，看着一脸春风的赵无极也大吃一惊。一个小太监竟然直接当上三品总管太监，这升官速度真够快的。铁恒将军，您躺好，我来帮您换药。小吉子，那你还想不想离开丽妃院了？更难了，他现在是总管太监，完全是属于丽妃的人了。两位将军，感谢你们替我担心。我现在想，我以后在丽妃院应该是安全的。丽妃挺看重我的。那三公主呢？她还是会那么随意的杀人的？不会的，丽妃看中的人，三公主应该不敢吧？是吧，小吉子？丽妃也不想让三公主那么乱来，她让我想办法带三公主玩游戏之类的。我想办法让三公主远离那个变态的老妖婆。小吉子，反正在内宫里要小心。如果以后你还想离开的话，父亲可以让神威将军开口把你调出来的。可以的，那就感谢铁将军了。我们是朋友嘛，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我肯定帮你们的。你救过我的命，我们已是过命之交，以后有事尽管开口。赵无极给铁恒换药的过程中，随便的聊着战斗，得到了一个消息：皇帝要让神威李靖和铁甲军的赵无双同时进帝都，铁将军可以起来了。你们不用管这些事情，估计帝国是有大事情要发生。能有什么大事情？你不用打听这些事情，对你反而不好。记住了，好好发挥你的医术，在这个乱世，不管谁当权，你都可以活下去的。夷帝国这手添什么乱呀？真是的。跟夷帝国有关。小吉子，前干那位王威兄弟的断腿伤，听说你给做手术，还有把伤腿固定住，那样能好吗？能的，其实还可以恢复得更好，只是缺少一些东西。小吉子，我觉得除了腹部这伤口外，其他的伤口应该没有事了吧？这里还疼吗？不疼，不过现在那伤口痒痒的，按照经验，这是要好了。铁将军，再过个7、8天吧，我给你拆线，应该基本没有事了。你还是多休养几天比较好。爹爹，你就多休息几天，反正神威大将军也要进帝都了，你着急上战场也不差这些天。再说那里战事都交着在一起了。我还不是放不下我的那些兄弟吗？铁甲军和神威将军同时进京，夷帝国又在此时生事，这帝都究竟要掀起怎样的风浪？景阳朝刚灭蜀3年，前蜀旧部还在谋复国，蜀国唯一公主江若然成了赵无极部下的贤妻。她凭独创缝合术和双氧水治好铁恒将军。呀，你换新衣服了，好帅呀！来，给你换药。我现在能勉强走几步，再过5、6天就能正常动啦。那最好。赵无极解开江若然小宝包扎，快点换药呀！江姑娘，你要是普通人不会武功，伤口是不是恢复的慢些？那肯定啊，练武的有内力，我还吃了玉露丸呢。对了，你把伤口缝起来的法子真怪，我头回见。这叫缝合，能加速恢复。你这2处伤明天就能拆线，基本没事了。真的太好了，
快给我这最重的伤口换药。正换着呢。赵无极按压伤口渗液，江若然皱眉。小吉子，这伤口是不是有热毒了？放心，就点血水，挤出来就好。帮江若然换完药，赵无极点配一套衣服，从里到外的都有。现在你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这是我亲手设计的衣服，等下我走后你就换上吧。没想到你还会做衣服，而且这样式我从未见过。我会的远比你知道的还要多。好了，我要去趟杂伊斯，你自己在这还是要小心点，别乱走动，被人发现就不好。好，我听你的，不会乱走动的。你一个人在外也要小心啊。好，我们都要小心。赵无极离开，江若然这颗贤棋算是按住了，以后他的复国旧部迟早能用得上，让他彻底信我就够了。赵无极在前院撞见忙完的咸干，正和个1米3的胖小子喝茶，那就是常太医说的阿肥。小吉子，来，医书看完了，先喝口茶。好的，给你介绍下，我师弟阿飞，别看他胖，可是东区2品高手，比我厉害。小吉子，师兄说你医术超厉害，以后咱们是好朋友。阿肥兄弟，以后咱们就是朋友。赵无极心里门儿清，外三院这几人虽长相怪异，但好相处。他还在这发现了功法和黄金，将来运黄金少不了他俩帮忙，得好好结交。小吉子，你成立飞院总管太监，哥替你高兴，但那地方下人太监都活不过1个月，你可别得意，哥是真心为你好。你会医术，来太医院才最安全。内宫太监莫名死的太多，外宫的都好好的，你可得想清楚。谢贤感兄弟提醒，我懂。我现在是内宫人，调去外三院难。我想把小柱子调到丽妃院跟我作伴，互相有个照应，你看行不？这小事，你们俩一直在一起，有个照应是好事。万一你出事，让小柱子来报信，我让师傅想办法救你。你现在是3品总管太监，有权去杂伊司多调几个人，人多力量大，多带些关系好的。我知道，谢你兄弟。那小柱子我就带走了。小吉子，师傅会来前，你每天都来外三院。我待会儿跟铁将军说，让他多拖几天再走。你也有正当理由过来。赵无极心里一暖，咸干和德求人品都没得说，当即把咸干列为暂时可信任的，想着以后机会合适就拉他入伙。从外太院离开，赵无极带着小柱子又踏进了杂伊司的大门。李公公、小芳子和小桂子得知他要过来，早早便等在门口。李公公，他今个怎么会想起来咱这儿了？会不会是升官了，来找咱寻仇的？我哪知道，说不定是，又说不定不是。嗨，都等着呢。三人向他行礼，见过吉总管。从杂伊司出去的人，就你升官最快，恭喜贺喜呀！李公公请起，大家都是公公，以后我们要多多互相照应。吉总管近日来是有何事吩咐？赵无极看了一眼满脸伤痕的小桂子，指了指李公公，咱家娘娘需要一名太监来院里侍候，我看小桂子这人不错，你就把她调给我，手续你去办理。就为此事啊，没问题。吉总管放心，一切由我来办理。李公公说完这话，偷偷的给赵无极袖子时塞了一张银票。嗨，李公公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李公公跟着赵无极走到另一边，把银票塞给李公公。李公公，我是杂伊司出来的，这些年一直感恩您的照顾，我们以后是朋友。你以后有什么为难的事情，来丽妃院找我，我能帮你的，一定会帮助你。小吉子呀，咱们都是公公，之前您在杂伊司，我对你没有什么照顾，听到你当上总管，我是真的很开心呐。以后呀，您有什么吩咐，直接和我说就行，我肯定会把事情办好的。李公公一边擦眼泪，一边又把银票塞给赵无极。李公公，您这……小吉子，谢谢你，这是我们杂伊司所有人的一片心意，您一定要收下，恭贺你高升的。赵无极知道李公公说的谢谢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升官后没有来找他的麻烦。那这银票我就先收下。李公公，多注意身体。赵无极就这么顺利地带走了小桂子，看着两人的背影，李公公不禁感叹：难怪他能当上总管太监，这心胸，这为人处事有格局的人呐。小吉子，你就应该给李公公一个耳光，以前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吗？小桂子，以后咱俩跟着小吉子混，什么事情听他的就行，不要乱说话。小吉子自己心里有数，以后大家有好日子过了，不要斤斤计较。在这宫里多一个朋友，总比多一个敌人强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。明白了。你们两人跟我到丽妃院要一切小心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练武保护我，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。小吉子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武功心法，我肯定每天都会修炼的，我肯定会很快超过李公公的。走吧，我们以后尽量低调。见赵无极回来，老嬷嬷们一改往日的嚣张，笑脸迎了上来。吉总管回来了，院里的人都在后院忙活着。小婢让我告诉你，从后院的院门进去，这院里是过不去的。知道了。赵无极没有多言，带着小柱子和小桂子便来到了后院。老嬷嬷们正在收拾。小桂子，你们也去帮忙吧。好的，吉总管。众人都在忙活着，赵无极则在院子里走来走去。丽妃把后院给我真是太好了，有个单独的空间，用来发展我的势力。现在首要研究的东西就是炸药。在冷兵器时代，
炸药的使用就是利器，不用制作出后世那么牛逼的威力，制作一些简易型的手榴弹就可以了。至于步枪的研发，这个古代根本就没有条件生产出来。算了，先不想这些破事，管你哪个朝代，反正我就是要做人上人。小毕，你们继续忙着，我去一下上武局。好的，季总管。上武局就是皇宫广场的边上。赵无极轻车熟路的来到了上武局，亮明了身份。三品总管太监可以上2楼，挑选1本武功心法，2本功法，自己上去。赵无极在一个小太监的带领下，来到了2楼。季总管，你用心挑选好了给我，我要登记的。赵无极塞给小太监银票，劳烦你帮我介绍一下。小太监两眼放光，色钱进怀里。季总管，你想修炼哪种武功心法？有修炼速度快的，但是后期差；也有内力霸道的，但是修炼进度慢。蓝总管修炼的是哪种心法？您不够等级，2品1品的才可以上3楼挑选心法。哦，谢谢你指点。那这2楼的心法，我选内力霸道的，又修炼速度快的，有没有？也有，不过修炼起来很难的，而且很苦的。你确定？我先看看。两人在书架前行走，小太监拿下一本。这本心法只有咱们公公才能修炼，如果能达到金刚境2品，妥妥地可以干掉浮尘境的1品，越境杀人的好功法。玄阴心经，这功法修炼起来主要难度在哪里？难就是心魔的问题，修炼时容易走火入魔，重则成呆子，轻则丹田败坏，再难修炼。不过意志坚定，有仇恨的人肯定可以修炼的，因为脑海中老是有仇，可以抵挡修炼时的心魔。他这么说，这本书倒是适合小桂子和小柱子，他们2人是被山里的山匪杀掉全家人，然后再被卖到宫里来当太监的。好的，接下来你可以挑选2种功法，有剑法、刀法、枪法，还有步法，也有暗器的功法。你想要哪2种？宫里的那些总管一般选哪些呢？大部分人选暗器的功法。御膳局的王公公是弹指，穿秋水寺的吉公公是鬼针，还有这本千手鬼舞，如果炼制大成，可以一下子发射出上百枚飞刀，配上玄阴心经的内力，很恐怖的。你们与公公练的什么功法？与公公修炼的是寒铁掌，他要是修炼到浮尘境，可以一掌把人冻住，除非对方修炼的是阳境的功法。思虑再三，赵无极最后选了玄阴心经、千手鬼舞和寒铁掌，再配合他之前拥有的那5本，绰绰有余。3个月之后，这3本武功心法和功法就要归还。吉总管，武功心法只能自己练，若是发现你私下交给别人，那是会被杀头的。您一定要谨记。那功法呢？没有内力，修炼功法没用。拿着书离开，赵无极慢慢明白了为什么要总管级别才能修炼武功。能升官就说明得到皇家人的信任，只有他们自己人才能有武功，这样整个皇宫才不会乱。回到丽妃院后院，院子已经被打扫得焕然一新。赵无极招呼着小桂子和小柱子。小柱子、小桂子，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家了，好好住着，跟着我不会亏待你们。季总管，我们明白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你们2人不能进前面的丽妃院里，就待在这里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碧姐姐，你带小桂子去领些被褥，麻烦你了。好的，前院就有，你们俩跟着我到门口等着。好的。众人忙忙碌碌，很快便到了傍晚。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忙，小桂子和小柱子拿出了自己的积蓄，请大家伙吃顿好的。正好丽妃今晚去找皇帝，不在院里。吉总管，听说你们收拾了后院，要不要养点鸡鸭？反正有时候膳食房有时剩下的饭菜吃不完，浪费了可惜。这事情交给我，我来喂。他们长大了，还可以生鸡蛋，也可以给院子省点钱。冬雪，后院的安排是由娘娘来决定的，你不要胡来。雪雪，你安静点，季总管心里有数的。吃饭吧，季总管。雪雪年龄还小，你不要见怪哈。我还不是为了院里省点银子。大家吃饭吧，后院我好好计划下，我肯定会让丽妃院的人都吃得好好的。季总管，那后院那么大，你有什么计划？说到计划，这我还得好好想想。就好比做一些新奇的衣物给丽妃娘娘穿，还有一部分做三公主玩乐的地方，再造个地下室用来做炸药。小桂子和小柱子可以在下面练武。吉总管，这么大的院子，真不养点牲畜吗？后院的那口湖，其实我们可以用来养鱼，再弄个围栏，买点猪和鹿回来给三公主当宠物玩。有空地的话，我能不能种点蔬菜？到时候可以炖肉什么的。好，可以。还有我也想种点。可以。这顿饭吃的其乐融融。晚饭后，赵无极挨着小毕坐，冬雪4人则在一边闲玩。毕姐姐，有一点我不明白。说说看。就是冬雪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丽妃娘娘那么狠的一个人，他们在后院居然能过得这般相安无事。冬雪他们其实是铁甲军战死将士的遗孤。赵无双将军治军极严，却将柔情都给了遗孤们，特别是冬雪，她是12战狂的遗孤，其他3人的爹是普通战士。难怪4人中，冬雪的性子最单纯。夜深，
几人各自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赵无极找到小桂子和小柱子，把从上武局拿到的书交给两人。两人见书后激动下跪。小鸡子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大哥，我们的命就是你的命，你让我们干什么，我们就干什么。我想杀皇帝，你们也跟着一起吗？我想杀皇帝，你们也跟着我一起吗？跟你干啥，我们都跟着你干。小吉子，等我们武功练好后，你帮我们找个机会出宫报仇，之后剩下的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小桂子、小柱子，以后我们三人的命就连在一起了。我会想办法带你们出宫去报仇的。之后我得时不时去前院伺候丽妃，你们主要就是好好练武，需要什么我都会拿来的。以后干大事会带着你们的，只是练功这件事一定要小心进行，不然会惹来杀身之祸。我王柱以后为大哥侍从，如有背叛，天打雷劈。我李贵也一样，只听从大哥的话，让我杀皇帝我也去，终身不背叛大哥。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小柱子和小桂子已经安排好，接下来就是想想怎么才能出宫弄材料回来制作炸药。这炸药的用处就是除掉吉安安。柱子、小桂子，我要研究一种会爆炸起来的东西，得挖个地下室，我来选地方，你们空了就挖。行，大哥你安排。柱子，你们两人也到其他屋的地上敲一敲，有不同声音回响的，估计就有地下室，我们就不用挖了。三人就各自拿着工具，在这后院的各个屋里敲敲打打的。不一会，小毕就来找说丽妃回来了，让赵无极过去交代了一下，赵无极便离开了。毕姐姐，娘娘心情高兴吗？还行，三公主回来了，你要小心点，她从小被娘娘惯坏了。毕姐姐，我们得想办法不要让容嬷嬷和三公主在一起，一个女孩子那么残忍，总归是不好的。而且娘娘也说了这句话。娘娘说过吗？说过，娘娘是这么说的，女孩子残忍，总归让人不喜的。是这样的，每次看容嬷嬷用五指杀太监，我就讨厌。那容嬷嬷是什么人？你不要问，好好伺候娘娘就行。毕姐姐，你以后多指点指点我。赵无极跟着小毕宫女来到了前院，看见一脸不高兴的三公主，而丽妃正在训着她。小毕，找个人带三公主打牌。小吉子，你过来给我捏捏肩。赵无极从声音中听出丽妃这说话的语气中带有心事，他乖巧地走到她身后，很是正规地按摩着。娘娘，你有心事？三公主的事情是解决了，皇上答应不和夷狄国和亲，这是好事啊。那皇上和你想的一样，我和他吵了一下，他就想到了你说的第三个主意，让我父亲和李长枪去打一打夷狄国，解决了就好啊。娘娘为何心事重重的样子？父亲铁甲军军饷的事情，帝国的国库里是没有多少钱了，而皇上的内库的银两，他自己留着给禁卫军用。赵无双缺钱，我之前的计划是掌控景阳朝，这倒是个机会啊。我现在是他的姘头，如果我能影响到他父亲的铁甲军，那这地位可就……现在可是乱世，谁有钱有兵，谁就是皇帝。娘娘，无双将军需要多少银子呢？或许我能想想办法。你一小太监能想到什么办法？父亲他需要多着呢。铁甲军12万兵士，每月的饷银最少需要150万两以上，这还不算其他的开销。父亲个人的银子最多支撑2个月。娘娘，无双将军没有经营什么生意吗？仗都打了15年了，之前的一些生意挣不了多少钱的。再说挣的比花的少得多。小乖乖，你有什么办法挣钱？娘娘，奴才发明了一些衣服的款式，应该能挣点钱，不过容易被人仿造。发明衣服的款式值不了几个钱的。衣服看不上，那就日用品。比如香皂。娘娘，奴才想到了一个挣钱的好法子，只要生意能做成，1个月挣个几10万两银子是没有问题的。小乖乖，如果你真的能做到的话，想要什么我都可以赏你的。这可是您说的。其实我们可以制造一些肥皂，那玩意是用来沐浴的，材料只要草木灰和油就行，味道可以有很多种，到时候肯定好卖。小乖乖，听你这么讲，那制作起来难不难？而且只要草木灰和油就行，那真的能把人身上洗得香香吗？那是肯定的，我准备，明天就可以做出来给你用。那做出一块卖多少银子呢？娘娘，普通的老百姓估计都是随便洗一洗的，这香皂我们得卖给有钱人，还有妓院的姑娘们，价格得贵点才行。有道理。那你说一块卖多少银子呢？娘娘，这香皂如果太便宜了，我们挣钱就少了，一块卖5两银子，成本没有多少钱的，就是用一些猪油和草木灰，也就不到半钱银子的成本。那就一块卖10两，也可以卖到东浩国和西楚。父亲有门路的。小乖乖，这事情你一定要做成功，晚上我再给你一次皇上的待遇。说完这话，丽妃把赵无极拉到身边，一起坐在软榻上。小乖乖，你现在就去准备需要的东西，我和你现在就一起制作那什么香皂出来。赵无极想到他说的皇上的待遇，不由得吞了吞口水。香皂需要鲜花的枝，估计得去宫中的后花园去采。娘娘，我们可以先做肥皂，香皂需要鲜花才可以制作出来，您得派人去宫外或者去宫中的后花园去采点过来。走，我来安排，你去内务局领东西，鲜花枝的事情我来搞定。娘娘，这制作肥皂的事情得保密，不要让外人知道，若是别人学会了，那就不好卖了。我心里有数，你不用操心这事情。丽妃的办事效率极高，制作香皂的材料很快便凑齐了。此时，丽妃的前院热闹非凡。容嬷嬷，你们把枯草树枝点燃烧成灰即可。集总管没有找到猪肉，只有老虎、油脂和鹿的油脂，可4瓶就要50两银子了。没办法，先用着吧，等我们的养猪后就有了。很快草木灰已经烧好，油也有了，鲜花也采了不少。
一切准备就绪。赵无极按照记忆中的办法开始制作起来，过滤草木灰，挤鲜花枝，然后加在一起进行熬制，直到液体变粘稠。就这样，这黑乎乎的液体就是你说的香皂。娘娘先别着急，还差最后一步。娘娘可否能借用一下你的胭脂盒？越多越好。小婢去把我的胭脂盒拿来，还有你们的，统统拿过来。好了，接下来要做的就只有等。由于忙得太晚，还有三公主在旁捣乱，所以丽妃没有让赵无极留在前院。刚回到后院，小桂子和小柱子急忙迎了上来。大哥，还真发现了一个地下室，不是一条暗道。还真有呀，走，我们下去看看，在哪里？两人带着赵无极往侧屋的一个房间走去。进了房间之后，赵无极发现这个地道的入口还真隐蔽。我和小桂子进去过，这条地道很长的，不知道通向哪里。我们走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赵无极跨了下去，三人一直往前走，一条黑道走不到头。我们这么走不是办法，明哥，你们两人找点蜡烛，慢慢的探，看看通向哪里。还有，直接在这地道里选一个地方挖大一些，用来做地下室。到时候小桂子你就在院里看着，小柱子你也别探路了，先把这屋里下面的通道挖大一些，土直接到进屋后的小湖里。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赵无极就来到丽妃前院查看香皂的风干程度。院内香皂被整齐摆放着，丽妃早早的等在院里。小吉子，你快来看看这些小香块。成型的不错，这香气也不错，就是这颜色黑了些。小吉子，这是成了吗？是的，丽妃娘娘，这就是成品了。不过要是想成为商业链，首先要制作一批不同样式的模具，越好看越好。还有一些好看的外包装，就是好看的纸。这些直接交给江做局就行。现在问题是这香皂要如何售卖出去？娘娘，这个好卖得很。这香皂是用来洗澡的，只要有人用过，以后不用就觉得难受。而且这一块香皂能洗好多次澡呢。我们就把这第一批香皂让小婢给宫里的各个贵妃院都免费送2块，让宫里的娘娘们替咱们宣传。这样我们不亏吗？不亏，他们用好了肯定会到处去说这香皂的神奇。你想想，宫里的每个娘娘都有娘家，像皇后、端妃、容妃、景妃，她们一旦用上了，肯定想再买的。第二，派人在帝都到处说这香皂都是宫里娘娘使用的，并派人给帝都的妓院每家都送10块过去，这销路肯定就打开了。这个倒是可行。我们卖香皂不要无限量的供应，在帝都开一商号，一天只卖100块香皂，让别人觉得这东西好像要断货一样，他们就会争先恐后的买，生怕买不到。这样的话，1块卖10两都有可能。小吉子，你说的好有道理。说到这，赵无极想到一个能出烫工的好法子。娘娘，用老虎油成本太高，而且内务局也没有多少老虎油的。我想明天出宫一趟，多买些屎回来杀了熬油，那样成本最划算。屎乃是下贱之物，弄进宫来让人笑话的。你在宫外找个地方熬油，再弄进来。还有明天本宫和你出宫一趟，在宫外找一处大院子，专门生产香皂，还有制作香皂的房子，你写下来，我好交给父亲。赵无极拿起笔和纸开始写方子。这时，三公主兴高采烈地跑了进来。母妃，容妈妈给了我一些蛇，我想找人活吞看看能不能死，或者让小蛇钻入吉总管的鼻子里。还有，赵无极被吓得笔都掉了。他知道三公主这是不喜欢他与丽妃娘娘亲近，这是在威胁他的。以后不准再这么虐待太监们，你没有事干，学习针钱活，做衣服或者练武去。母妃，我才不学这些呢，我就喜欢玩。三公主，明天我出宫买一些好玩的东西回来，我们在后院玩。切，能有什么好玩的？有容妈妈给我的蛇好玩吗？有，一定包你满意。切，才不稀罕。丽妃在一旁无奈摇头。赵无极把房子递给丽妃，丽妃把2张纸卷成团，放入一个小竹筒里，招来一只用来传讯的鹰带走的方子。娇若，去找小婢玩，还有帮我把容嬷嬷喊进来。小吉子，过来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容嬷嬷眼神很是疑虑地看着丽妃，用眼神示意赵无极的存在好像不太好。以后小吉子就是我信任的人，打开吧。是。容嬷嬷一开床，露出了一块木板。宫嬷嬷上前拉走木板，露出一个洞口，里面传来一阵恶臭的味道。丽妃本来就要下去的，此时却忍不住地掩起嘴巴和鼻子。臭死了！容嬷嬷把木板盖上。他们招了没有？我弄死了一个，另一个男子招供了。他说是阴极盛派他们来的。景妃，不可能吧？他们还供出了当时一名内劲阴柔的人，那天晚上和我对了一掌，让他跑了，不是阴极盛就是其他公公。怪事，这事情的好好分析。对了，二皇子在帝都的产业打听清楚了没？打探的人说明天会有消息。景妃和二皇子，看来这宫中的明争暗斗还不少。娘娘，这下面的4人要不要？再等等，还有这下面的味道太重，找人打扫一下。好的，娘娘，这事情我来处理。丽妃带着赵无极来到了房间的另一边，看见靠在榻上的丽妃，赵无极识趣的过去捏肩。小乖乖，你说这天下4分，帝国的3位大将军加上皇上的禁卫军，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呢？娘娘不用愁，你的父亲有铁甲军，谁来就打谁。那是父亲的铁甲军神勇无畏，除了宁王的末流黑骑兵，天下没有对手的。娘娘，现在是乱世，只要有钱有兵粮食，就是最大的安全保障。那皇上让父亲去打夷狄国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？娘娘，不管皇上让你父亲干什么，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，那就是一定要让你父亲有一块根据地，
根据地什么意思？就好比说帝国或者西楚，只不过面积小一些。铁甲军所在的驻地各郡一定要听无双将军的。父亲所属的3郡，名义上是听皇上的，实际上是听父亲的命令。只不过那3个郡很穷，生产的粮食只够铁甲军用的。娘娘，这香皂的生意要让将军把生意做到各个地方去，除了西楚、东浩、夷狄都要建立商号。还有往夷狄国再往北的一些小国家也可以组建商队经商，单凭这项生意就足够将军不为钱发愁了。生产香皂需要用到豉油和鲜花，可以让将军属地的老百姓养蒔和种鲜花，老百姓多了一些事情，那3郡以后就不会穷下去的。蒔肉难吃得很，估计百姓不会愿意养的。娘娘，我有一个办法，能让蒔肉变得非常好吃，而且还能成为主要的肉类供应品。小吉子，你真是我的宝藏男孩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快去用膳吧。好的，娘娘。赵无极刚离开屋子，丽妃就将夏荷召来。娘娘有何吩咐？没事的时候，你多盯着吉总管和容嬷嬷，有任何异常的情况向我汇报。明白。你可以尝试和吉总管好好接触，想办法让他和你对视，看看他是怎么想的。明白。小吉子，你太聪明了，我不得不防着你。赵无极刚刚走到院里2进门时，碰到了小婢，她正和3公主往里走。小吉子，你要去哪里？回公主，我去一下膳食房，娘娘她正在房间等你一起用膳呢。你快点回来，晚上教我打麻将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赵无极路过小婢身边时，悄悄地说了句虎肉，小婢只是轻微地点了下头。赵无极知道他待会儿会来吃的。想要全方面了解丽妃，先从小婢入手。有3公主在，这丽妃院到底是不安全。我可是要干大事的人，怎能只陪丽妃睡觉？取得丽妃的信任是一回事，随时被她一掌拍死也是一回事。想起容嬷嬷把太监用手指插死的场面，我就害怕。来到膳食房内，小桂子和小兔子2人都在，2人已经把老虎肉做成2道菜，一道是熬汤，一道是炒的。大哥，虎肉做好了，就等着你呢。哇，真他娘的好喝，甜中带香，一点都不腻，喝下去就感觉全身有劲。虎肉真的不凡呀。那可不，这可是很难买到的。小桂子、柱子，咱们等一等，前院的毕姐姐一会儿要过来，你们记住，一定要讨好毕姐姐，她从小就是伺候丽妃的。明白，你放心，咱们在杂役司那么苦都熬得过来。这毕姐姐，哪怕是让我给她吮指，我都会干的。地道挖的如何？大哥，挖了1个下午，形成一个小地下室，晚上我们再挖挖，把那里扩大一些。不着急，慢慢挖就是。明天我们好好看一下地道到底通向哪里。 3人聊着地道的事情，小婢很快就来了。吉总管，你们真的好有口福呀！这虎肉我只吃过1次，还是3公主吃剩上给我的。毕姐姐，来，这汤好喝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哇，这虎肉汤太好喝了吧，比那豹子肉还要好吃。你居然还吃过豹子肉？3公主上次花了400多两买了1只活豹，后来被容嬷嬷一掌拍死，然后我们就煮着吃了。爱吃就多吃点，今晚管够。毕姐姐，这后院的2人以后需要一些生活上的东西，你照顾着点。没事，他们需要什么和我说就行。对了，娘娘，刚才和我说了，晚上让我们2人去一下江作局，让你把模具快点弄出来。毕姐姐，我们吃完就去。来，大家一起吃。很快1碗虎肉就见底，赵无极意犹未尽，下次再弄个别的吃。吃完后，赵无极和小婢2人趁着夜色未黑前往江作局。姬总管需要多少个模具？你做2个就行。对了，改成椭圆形更好一些，记在丽妃院的账上就行。这东西不值钱，送给总管就是。看到江作局的屋里有一些制作好的火把，还有一个像皮筋似的物件。这火把也送我几把呗。还有这个皮筋，我做衣物能用上。拿去吧，都是些不值钱的，拿去就是。一路上，小婢很好奇，吉总管，你拿火把和金条干什么？这火把是给后院的，我准备晚上让小桂子他们干点活。哦，你让他们干啥？后院我准备养一些家畜，改善咱们院里的伙食，娘娘肯定会开心的。至于这金条，我用来做一些贴身衣物，到时候给你也做2件新奇的贴身衣物。那就先谢过季总管了。季总管，你晚上伺候娘娘要小心一些。毕姐姐，您指的是哪一方面？我告诉你之后你知道就行。院里老是有刺客进来搞事情，娘娘虽然有武功，但是你没有武功，得小心一些。刺客进娘娘院里干啥？想要杀娘娘吗？娘娘的爹爹是铁甲军的无双将军，将军现在好像和皇上有点关系不和，而宫里其他的娘娘一直在搞事情。哎，反正晚上的时候你小心点。哦，那院里的容嬷嬷那些人是无双将军派来保护娘娘的吗？不是，他们的事情你不要多问。这丽妃院里竟这么多事情，先是丽妃，后是3公主，现在又多了个刺客，看来这丽妃院一点也不安全，说不定我还没练好武功就被嘎了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有容嬷嬷那些人在，刺客敢进院来就是找死。那宫中的神龙卫不管吗？这些事情我偷偷告诉你，你心里知道就行。那些刺客不是宫外来的，估计就是其他贵妃搞的鬼。哦，原来是宫斗啊，真是太狗血了。只不过丽妃又没有产下皇子，谁会来为难她呢？再说丽妃的父亲可是铁甲军的将军呢，难道是皇位？去，这可不行乱说啊。2人一边聊着院里的其他一些事情，很快就回到了丽妃院里。到了丽妃寝室门口，娘娘，奴婢从江作局回来了。
进来吧，小乖乖，你说说如何让骚味难闻的食肉变得好吃？你可以往下按一按。娘娘，这食肉难吃的原因就是这种家畜没有被阉割，只要把它们阉割了，那食肉就好吃了，而且也很好养的。阉割那是该如何阉割呢？娘娘，这种方法我入宫前见过家父给屎阉割过，就是把屎的身体里的蛋割掉就行了。就这样能让食肉好吃？就是这样。咱们明天出宫，我去买回2只屎，我亲自阉割给你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乖乖，本宫昨晚对你很满意。娘娘，你现在心情开心不？开心，非常开心。我的小乖乖，你今天去内务局多买点虎肉或鹿肉回来，你得好好补一补身子才行。娘娘，我自己会注意身体的，你放心。这香皂的生意做起来之后，我就天天吃虎肉，每天都会好好伺候你的。为了我，你一定要注意身体。好的，娘娘。咱们今天何时出宫？咱们用过膳就出宫。用完膳就出宫，那外三院的江姑娘怎么办？万一时间耽搁久了，江姑娘不得饿坏了。娘娘，那我现在就到外三院给铁将军换上药，然后立马回来。你去吧，让小碧和冬雪进来收拾下。赵无极边往外三院走，边偷偷的运转体内的内力劲，丹田内明显的充满了一些力量，不知道吸收了丽妃1个晚上的内力，自己的境界会是什么情况？一会请教一下肥球或江姑娘，或者用上内力弹1块小石头试一试。赵无极快步离开丽妃寓中，捡起3块小石头，动用体内力，学着陈那样干出去。树皮陷下去了，吸收了1晚上，果然有效。这小石子要是打在人身上，那得多疼啊！这阴神功法比杨教主的化虚神功还要神奇啊，真是绝世奇功呀！下次好好修炼那鬼影步法，打不过总跑得过吧。至于寒铁掌、化骨掌之类的功法，等步法练好之后再练习。赵无极到外三院时，咸丹和阿肥2人也正在吃着早膳。小鸡子，今天你怎么这么早的过来呢？我帮铁将军换完药，得和丽妃娘娘出宫一趟。宫外很热闹的，昨天外2院和外5院都送来了一些重伤员，他们都忙坏了。不过他们都用上你的缝合之术。李太医让我告诉你一件好事，就是上次你要的那些器具，估计1周之后就会做好的。材料用你所说的金刚，这倒是好事情。有了专业的器械，以后就能救更多的人。这是铁冲营的兄弟感谢你的，你得收下。铁将军也是这个意思。这银票我可不能收，我和铁将军是好朋友，这收钱多见外呀。小鸡子，你真是仗义呀！其实也是将士们的一片心意，你如果不收，他们会不好意思的。这银子我是不会收的。行，将士们的月银也不多，那这银子我待会儿给铁将军还回去。我现在是丽妃院的总管太监，在宫里又花不了多少钱，让将士们不要这样，他们就这么点月银，自己留着用。这老是打仗，死的人太多了，百姓都哭呀！陪他们吃过早上后，赵无极提着膳食偷偷溜回了房间。小鸡子，你终于来了。江姑娘，你吃吧。中午和晚上我估计没有时间给你送饭吃。为什么？我今天要陪丽妃娘娘出宫一次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你能出宫了？是陪丽妃娘娘出宫，说不定以后我还能自己出宫。你快点养好身体，以后要是有时机，我可以让你不动用内应就可以出宫。要是那样就太好了，动用内应其实会让他们有危险，我不想任何人为了我做出牺牲。小鸡子，你真是我命中的贵人，这是我感谢你的。谁让你是太监？要不是太监，我可以以身相许作为感谢。既然想感谢亲一下怎么行？其实以身相许也是可以的，但现在我不需要这个。江姑娘，既然你想报答我，能不能把你修炼的混元霸王功写下来，然后送给我？可以啊，但你是公主，我这武功心法你是修炼不了的。这外三院，我有个好朋友，他想修炼功法，我之前欠他一个人情，想着把你的功法给他学一学。至于能不能学会，这我就管不了了，我只把我欠的人情还了便是。说的很有道理。江姑娘，你的混元霸王功修炼起来威力如何？威力很强的，只不过这功法是适合男人修炼的，我是女人，修炼起来进度比较慢。小吉子，这功法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你要好好珍惜。你送人我也没意见，你救了我的命，以后还要带我出宫，我只有这个能感谢你的了。你之前说的话可得要算数，等我长出来之后，你是要嫁给我吗？净胡说，割了，哪还能长出来？小吉子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割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，你能让我看一眼吗？我就是好奇，想看看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，这可是极大的耻辱。生什么气嘛，我就是好奇，就算你给我看，我也不知道切了哪没切哪，我一黄花大闺女又没见过。那你还问？就好奇问问，说不定今天就见到了呢。是啊，到底是全部切掉，还是留点什么？找机会看看小桂子和小柱子的。嘿嘿嘿，好变态！带着江若然写好的功法回丽妃院时，丽妃已经带着宫女们在院里等候多时。小婢递来一套便衣，不多会便来到了城门。丽妃娘娘，你要出宫，我让慕容统领派一些人暗中跟着你。不用，我的人足够了。娘娘，帝都城内还有一些六国余孽作乱，小心一点总归是好。我说了，不用。娘娘，宫中的规矩就是这样，您要是出了事，老奴的人头可要落地的，您就不要为难奴才了。随你便，走吧。蓝总管挥了挥手，慕容统领和士兵们便跟在了轿子后边。赵无极朝蓝总管行了个礼。容嬷嬷，让你的人在帝都给我找一处院落买下来，院子越大越好。明白，我今天刚好和我的人碰头，二皇子的那些产业，到时我一起汇报给您。
那事情不急，大厅清楚了，我再安排。好的，娘娘。小吉子，这次出宫，你把院子好好的规划一下，父亲过些日子就会派人来的。宫外的院子是用来生产香皂的，这事情他对容嬷嬷都是保密的。他最相信的人还是无双将军派来的人，到时候教会他们，让他们生产销售就是。娘娘，我明白，他们来了之后，我亲自在那个院子里多待一些天，到时候就可以找机会弄制作炸药的材料。走吧。作为景阳朝的帝都，即使是在打战时期，都能繁花似锦、琳琅满目的商铺。尤为让人瞩目的是一家名叫“进来别火”的会所，2楼的姑娘一个比一个娇美，惹得众人纷纷投去目光。客官进来呀，来呀！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是省事。真是一个比一个娇，一个比一个润啊！不知何时，三公主来到了赵无极身边，真是不要脸，好想拿针扎破他们的球。真扫兴！出宫队伍一直往前走，突然被一排行人给拦住了去路。走啊！怎么不走了？回三公主，前方被一行人挡住了去路。这么多人都在这里做什么？好像都是这家店的顾客。梅花三弄，这是什么店呀？这么热闹。所谓的梅花三弄就是哪？应该就是我所想的那个梅花三弄，只不过这老板是真会做生意啊，不仅揽到了客户，还赚到了钱，这头脑真是厉害。这时，一个光头男对另一个男人说道：“嘿嘿，赵哥，你也来了，这免费叠3叠又不用花钱，我肯定要来试试。免费叠3叠，进去了不花钱能出得来？鬼才信！生意这么好，是免费叠着吃吗？这么多人，那肯定很好吃，我也要吃。”三公主，这可使不得，吃不得。什么吃不得？我说能吃就能吃，我要吃，我就要吃。小婢，小婢快拦着！三公主生性顽劣，哪知小婢能忍得住？只见她一个箭步就往店里冲，突然砰的一声，从楼上掉下来了一个男人，正好砸在三公主跟前。这是吃了啥？怎么就从2楼跳下来了？不是跳，是被人打下来的。有这么好吃吗？吃着吃着还打起来了？可不，吃的上衣都吃没了。做生意要讲诚信，我就老老实实叠3叠，你踢我下来干啥？哪有你一叠就叠了半个时辰？别人都是一吸就完事，要么继续，要么滚。我看你就是来捣乱的。高，胸台实在是高啊！嘿嘿，过奖了，我这可是练了好久才练成功的。什么呀什么呀？他们说的是叠什么呀？叠汉堡。别问了，不是你能吃的。我倒是要看看什么是我不能吃的。容嬷嬷点头，走到最前头开路。不想死的，给我滚开！一路上，赵无极找机会买了硝石和硫磺，说是用来洗内脏，其实是用来做炸药的。到目的地后，花4000两买下了大院。小吉子，这大院我们也买了，接下来就是布置，你说说你的打算。娘娘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前院放置一些制作香皂的器具，比如锅、灶、模具之类的。后院我们就种各种鲜花，再留一处用来养屎。非得用石油吗？石油成本低，食肉还能吃，大量的话还能做美食出售。我们是做长久生意，这个成本一定要精打细算。你说的没错，娘娘，其实我们还可以自己开拓出一条销路，这样不仅将军把钱挣了，您也可以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跟我父亲抢生意？并不算抢生意，他生产的是大众客户的，而我们生产的是高端客户的。他们用石油，那我们就用虎油和熊油。产量上我们一天就只收100块，一块卖50两，卖5天歇5天，造成一个随时会断货的假象。哪怕只卖半个月，每天5000两，那收入也是不错的。那我可不成富商了，就这么干。你好好把高级香皂研究出来，这个配方就先不告诉父亲了，咱们不和父亲抢生意。好，都听娘娘的。小吉子，有你真好，你可了却了我的很多心头事。说着，丽妃看向了皇宫的方向，她的心思开始飘远。父亲很快就进宫了，到那时我怎么办？当初父亲、皇上和沈威将军的约定是灭掉东浩国，就把东浩国划分给父亲。到那时我是跟父亲去东浩国，还是留在这？幸好我现在还有小吉子，他不仅聪明还能干。现在我只需要努力赚钱，就能帮到父亲。处理好大院的事务，丽妃便回宫，把小婢和几个老宫女留给赵无极差遣，远离了丽妃的掌控。赵无极带着小婢开始在街道上溜达，他的目的很明确，找机会扩大属于自己的势力。大人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。行好吧，我们已经饿3天了，家里还有几个弟弟妹妹等着我们讨食呢。这些小孩真可怜呀。婢姐姐，我们给点吧。谢谢。你们说家里还有几个弟弟妹妹？你们的父母呢？他们都死了。都是打仗惹的祸。还好景阳城的西门将军下了一条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欺负流民，允许他们乞讨。西门将军是谁？景阳城的守卫将领西门吹雪呀。是我知道的那个西门吹雪吗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那他的武功境界如何？不太清楚，我只是偶尔出宫见过西门将军一面，他的表情是冷冷的，让人看了有种此人不能惹的感觉。我们进去吃饭吧，我饿了。赵无极一边想着收养小乞丐，一边和小婢进了这家叫世通天的酒楼。两人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，小婢老练地点了3个菜。赵无极还在思考着刚才的规划呢。我现在有的是钱，把他们养着，教他们武功，让他们成为我的死忠。首先我要立个帮派，就叫轰天帮，以后帮派慢慢扩大，和我作对的我就统统把他炸死。不过现在光靠我一个人还不够，不如拉江若然入伙，她是救蜀国的公主，
估计有一些死忠于他的人员吧。回宫后和他好好的聊聊。赵无极笑着往嘴里塞了一口菜，眉头紧皱，真难吃啊！这盐比那黄连还苦，不如我再干个粗盐提纯的生意，一是自己吃，二是可以用来挣大钱的。嘿嘿，真是个好主意。季总管，你在嘀咕什么呢？没事，就是这菜有点苦，改天我把盐提纯一下，再给你做几个新菜式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赵无极已经无心吃饭，目光投向窗户外，却意外地发现了楼下有个小乞丐一直抬头也在看着自己，他的眼神中带着一种坚韧，和其他的小乞丐有很大的区别。毕姐姐，你身上还有多少银子？你要做什么？这次带出来的用的差不多了，只剩下这2张100两的银票，还有一些碎银。都给我可以吗？以后我会还你的。没事，这是娘娘的银子，晚上你回去向她汇报下就可以。向丽妃汇报？那啥的时候好好汇报就是了。毕姐姐，你在这吃着，我去就回。赵无极攥着银票下楼，直奔蹲在石通天酒楼前的小乞。公子，能否借我点银子？我为什么要借你银子？公子，你和别人不一样，我知道你会愿意的。我哪儿不一样了？说不上来，反正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你想借多少银子？怎么还？公子，请借我200两，我以后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哦，你要这么多银子干啥？200两够寻常人过好几年了。我娘重病，急需银子买药。我叫包二奶，洞虚一品净，能为公子效死命。你叫啥？回公子，我叫包二奶。这名字可真奇葩。那你还有没有兄弟之类的？回公子，我大哥包一奶战死，我三弟包三奶病死。江姑娘习武10来年才到洞虚一品，这少年才14岁左右，绝了。公子救我娘，我此生唯你是从，让我死都愿意。果然是条好汉，这人可以收入我的帮派当死忠。我今天没带那么多银票，你明天还是在这个地方，我再给你200两，你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，我对你有事情安排。感谢公子，我包二奶说话算数，此生永远追随公子。你去忙吧，明天在这个地方等我。目送小乞丐离开，赵无极刚回到石通天2楼，就看见小臂跟前多了一名壮汉。小妞，借过50两银子花花。我们互不认识，我为什么要借银子给你？你就借给我50两，以后我还你60两。你想干什么？想要抢我银子吗？伙计，快过来一下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只是借，不是抢。毕姐姐，怎么回事？他想抢我银子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真的只是想借，我会还的。这里是帝都，你们最好老实点。西门将军定的规矩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外地仔进了帝都，是条龙也得给我盘着。敢闹事的话，有你后悔的。这时，和壮汉一同的伙伴过来解释。不要误会，我的这位兄弟是外地来的，不懂事，你们不要见怪。他这里有问题，你们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哈。麻棍，没有银子，这饭钱怎么办？小爷，你就当我们是个屁，放过我们吧。行，铁柱呀，我借你50两银子，伙计把这100两的银票兑换一下。好嘞，我就知道你会借的，看你的面相就是个好人，银子我肯定会还你的。我现在没事干，要不我给你打下手，你1个月给我10两银子就成。你会什么呀？我有的是力气，一棍可以把人的脑袋砸烂。给，借你的。明天你要是没有事情的话，就在这酒楼门口等我，我给你找点事情做。得练，我肯定在这里等你的，我们一定会还的，一定会还你。毕姐姐，出宫之前，蓝总管提到帝都有危险，有什么6国余孽作乱？以前很多，后来被神龙卫弄死了不少，还有一些直接是被西门将军围杀。不过这帝都肯定还有一些余孽残留的。我们走吧。总管，刚才给你的钱，你都给那个小乞丐了。怎么了？你今天前后给出去了太多银票，就不怕他们是骗子？这100银票就能买一个家奴了，你怎么跟娘娘交代？至于怎么交代，等我晚上回去好好跟她交代就是了。再说娘娘刚买了个大院子，那种话，养猪的活也是要人干的，这不正好买来当家奴了？季总管所言极是。不过毕姐姐，家奴是什么？家奴就是官府登记在册的奴才，主子让他去死，或者主子想弄死他，都不会被官府追究的。所以说，你把那200两给小乞丐，都可以买2个家奴了。将军家有12个女家奴，女家奴组织了小家庭，都是将军养着的。将军把他们培养成战狂，他们的世世代代都为将军效忠。那将军不是每个月都给他们月银？是的，将军家的家奴和正常农户一样，有家有妻儿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那意思是有了家奴，我连帮派都不需要成立了。毕姐姐，你先回大院，我还有事要回宫一趟。现在开始慢慢加大势力，我也要想办法在宫外买个院子，外3院那些黄金要想办法弄出来。好的，那路上小心啊，季总管。那个毕姐姐，以后请喊我赵总管，我觉得季总管有点不好听。也行，毕竟你姓赵，赵总管也很合理。外3院屋内，江若然突然现身。小吉子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宫外的事安排妥当，就回来看看你。小吉子，你想好了带我出宫的办法没有？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好，再过几天我肯定会想到办法带你出宫的。江姑娘，你在宫外有没有喜欢的男人？小吉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都这岁数了，难道就一直想着报仇或者复国，不得找个人成家？我没有喜欢的人，这些年满脑子都是复国，
刺杀狗皇帝，快想办法带我出宫，我能照顾你。江公主，你以前是蜀国公主，有没有忠心耿耿的旧部？都死差不多了。江公主，我能帮你复国。就你一个没武功的小太监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挣到很多的银子。只要你有了银子，不就可以招兵买马，组建自己的势力？那复国不就有希望了？你有什么办法能挣银子？一本万利的生意，只要你有可靠的人员来帮忙，咱们将有多多的银子。那你快说说是什么办法？江姑娘，这事情不急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。如果我不是公公的话，你喜不喜欢我？我以前说过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好好修炼那还阳的功法，你就愿意嫁给我？只可惜你是公公。其实我喜欢你。再问一次，我不是公公的话，你喜欢我吗？对你很有好感。有你这句话就行。小吉子，你居然不是太监？得知赵无极不是太监，江若然既激动又羞涩。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假太监，那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当时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我们混过关了。这一路走来，你一定很难吧？难又算得了什么？要不是我们混过关，我也不能遇见你。若然，其实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。你可是说过的，出宫之后要嫁给我。若然，我肯定会帮你复国的，我保证。小吉子，复国哪有那么容易？在帝都里，我们连保命都要时时注意。若然，以后别叫小吉子了，叫老公。老公。老婆，你只要听我的，我保证能帮你复国成功的。老公，我们出宫找个安全的地方，一起过老百姓的日子吧。若然，我说话算数的，我会让你当上女帝，你跟着我会肯定能过上好日子的。真的？真的，老婆。只是你在地还有没有可信人员？我们的势力实在是太弱了。对父皇死忠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。娘亲是西门世家的人，景阳城的西门将军就是我的娘家人。之前我刺杀时就是被他发现了，还有遇见了你，一直跟着我的，只剩下和我一起长大的景景，还有保护我的秋月姐。但景景不会武功，秋月姐是金刚2品境界。上次刺杀时她生病了，景景留下照顾。我消失的这段时间，他们肯定急坏了。这两人可信吗？我如果死了，他们也会自我了结的。没事，我现在可以随意出宫。他们在哪里？我把你在宫里人身安全的消息告诉他们。他们在锦右街尽头一个破败的院子里，院子中间有棵大槐树。我明天去那里一下，让他们放心。老婆，你好好听我的安排就行。现在是乱世，只有咱们强大起来，才能睡个安稳觉的。我找机会在宫外买一处大院，然后买点家奴，你就在那替我当家。我把粗言提纯的手艺交给你，你就靠这个营生挣钱。好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至于家奴，其实我们不需要买。秋姐姐姐还有一些失散的暗卫，到时候找齐，我们的势力就会更大些。我老婆可真能干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，你自己在这小心点，我很快就会接你出宫。赵无极从房间匆匆离开，没想到在院子碰见了前来找他的贤干和阿飞。小吉子，我正好有事要求你。贤感兄有何事这么着急？小吉子，外医院有一种伤者伤得很严重，我们都去看了。柯太医让你去看一下，柯太医是外医院的，整个外太医院都归他管的。贤感兄，柯太医怎么知道我呢？李太医要帮你制作那些器具，是找柯太医帮忙的，不然兵器具是不会帮忙弄的。走吧，柯太医人很好说话的。你现在又是丽妃院的3品太监总管，他还得求你呢。贤感兄，那些器具打造出来了没有？不太清楚，不过上次李太医说过6-7天就可以做好，应该快了吧？从贤干口中得知，被送来的重伤者原来是西门仲珠，西门世家的，武功境界仅弱于西门吹雪，排家族第2。他是在恶狼谷的混战中体力透支而被乱枪扎中的。小吉子，西门吹雪将军也在，如果你能把西门仲珠的重伤治好，那以后你出宫可以横着走。西门吹雪将军重情义，他又是帝都的守卫将领，那以后你在宫外谁敢惹你？那倒也是。贤感，西门吹雪将军使用的兵器是不是剑？不是，他是枪，他的枪法速度快，真正要干起来，估计李长枪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李长枪只是力气大而已。三人边走边聊，赵无极了解到了西门世家的详细情况。小吉子，过些天长太医和沈卫大将军就回来了，听说赵无双也要进宫，说不定会跟一帝国打起来。现在帝国势力4分，皇帝、李靖、赵无双，还有个难啃的李长枪，谁有兵谁就是呀。赵无极边听边想，要是能控制住铁甲军和禁卫军，那第3方就会屈服，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把这些部队融合在一起，由我来控制。想要得到这双方的力量，就得通过丽妃，要不让她怀上我的孩子，然后扶这个孩子上位，让丽妃当太后，那就要想办法弄死皇帝。还有那2皇子，这救人的事情还得快点，我现在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。柯太医，这就是丽妃院里的季总管。见过柯太医，见过西门将军。有劳公公，您请看看伤者情况。仲珠将军伤势严重，您帮帮忙。公公若能救回种珠的命，日后定有厚报。我尽力，应该可以救回的。请。
发烧了，受伤4天，昏迷3天，腹部被枪透2处，肠子破裂多处。我是没有什么办法治好他。伤成这样都没死也算是命硬。这万一里面的肾脏或重要脏器被枪捅破，那我也是没有办法救活他了。但为了得到西门吹雪的赏识，有一线生机我都要抓牢了。这枪是透体而过，还是自己拔了出来？血流的多不多？是西楚的神机弩，透体而过的，当时血流如注。那么大的出血量，他还熬过了3天，那说明脏器问题不大。我会尽力救活他，但是那些器具还没有做出来，我没有办法给他做手术。手术？上次李太医拿去的图纸，那些器具如果能做出来的话就好办了。这手术得先把肚子用刀划开，把肚子里被枪捅破的肠子缝合起来，得好好检查其他的地方是否破口，最后再把伤口缝合起来。把伤者的肚子划开，再缝上。西门将军，你去一下兵器局，催促一下他们尽快把公公所说的器具打造出来。此时天色已近晚，赵无极还得回丽妃院。柯太医，我得回丽妃院了。那些器具若是打造好，先用水都煮一煮，然后让人通知我。好的，那你先回去，到时候我差人去找你。咸甘和阿肥送赵无极出院。小鸡子，你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满，万一你救不活西门中主的话，那可不是什么好事情。你可以说我尽力就行，反正他那种伤只能靠他自己的造化。没有事，我可以救活他的，我有把握。那就好，西门将军可是个狠角色，我们可惹不得。回到丽妃院已是用膳时间。赵总管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外太院那边又送来了一个叫西门重柱的伤患，伤得挺重的，要我给他们医治。时间不早了，快去用膳吧。好。赵无极进屋，屋内只有夏荷一人，坐到他身旁。赵无极开始用膳，怎料下一秒，夏荷的手竟搭在了他的腿上。夏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赵总管，晚上你到我屋里来，我们对食一下呗。你说什么？对食？赵无极推开夏荷。夏荷，这话可不行乱说啊。赵总管，难道你对我没有好感吗？漫漫长夜，你就不想做点什么吗？想啊，他会武功，对食能增阴神，可被丽妃发现咋办？我还得靠他谋大业呢。夏荷似乎看出了赵无极的心思，起身朝他靠近。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冬雪和其他3人走了进来。赵总管，你什么时候买鱼苗啊？我还等着你的鱼苗呢。嗨，那个我明天过后会很忙，你有什么事直接找毕姐姐。赵总管，丽妃娘娘让你过去一趟。好，那你们吃，我先去娘娘那边了。说完，赵无极头也不回的离开。一路上赵无极都觉得纳闷，夏荷这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敢主动提对食。吃肯定是能吃的，等套牢丽妃，你们5个一个也逃不掉。去丽妃那之前，赵无极先去了趟后院，他要知道小柱子他们的进展如何。小柱子和小桂子在后院扫地，赵无极进院。大哥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地道挖的如何了？地道里有3个岔口，一条通秋水司，听见小福子的声音；一条像是皇上书房，听见蓝总管的动静；还有一条，没您猜是通向哪的？那是宫外，是一家农户的伙房。不过那房子破败不堪，应该早就没人住了。竟然是通向宫外，那太好了，那我的大院子就不用买了。你们听着，把那条地道挖宽点。出口的地方尽量加固，最好弄一道大石门，在里面看不出有出口。好，我们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。记住，在挖地道的同时，要把给你们的武功练好。既然现在随时可以出宫，你们也可以随时报仇了。我们已经在加紧练习，很快就能给家人报仇了。赵无极进门时，丽妃已经在软榻上等着他。丽妃娘娘，您找我。小乖乖，快过来让我靠靠。娘娘心情不好。常太医和沈威将军要回来了，也就是说父亲要进宫了。到时候父亲要是战胜，你说我该跟谁？要是父亲和皇上打起来，我该跟谁？而且皇上好像和李靖谈妥了，要让二皇子继位，我父亲处境更难了。娘娘，其实这个问题不纠结，皇上有好几个皇妃和皇子，而您只有一个父亲，您应该站在您父亲这边。您现在有钱有兵，让无双将军拉拢李长枪，封他的异姓王，2家联手，谁也不敢惹。话虽如此，可父亲称帝，我能捞着啥？宫里好歹是李妃，回家还有2个弟弟分好处。那您就自己称王当帝啊！我是女子，我怎么能称王当帝？谁说不行？手握兵权和财富，有啥不行？到时候天下都是您的，想做啥做啥。小乖乖，你真是我的神！小乖乖，我想知道我是不是你第一个女人？那当然是娘娘让我知道什么叫男人，你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。那娘娘，你愿不愿意再冒一个险？什么险？给我生个孩子。你让我给你生个孩子，你真敢？娘娘先别怒，您听我说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您，为了赵无双将军啊，为了我们。娘娘您好好想想，你我有这层关系，只有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。您若是怀了皇子，那皇子会是谁的？皇上的。对啊，这孩子对外说是皇上的啊。您怀了龙种，皇上宠您，父亲掌兵权，您手握重金，这孩子将来能继承皇位，您就是皇太后，父亲是国舅，二皇子还不是您想咋处置就咋处置。丽妃听得心潮澎湃，想起夏荷报信说赵无极拒绝了对视，更是笃定他一心对自己。
小乖乖，我的小乖乖，快起来！娘娘，这皇子生吗？生，这皇子必须生。我不仅生一个，我还要生好多好多个。跟小乖乖生的皇子，一定会像小乖乖一样聪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生。哎呀！第二天两人起得很晚，赵无极偷偷试了试，弹出的石子竟能击穿树我操！心里暗忖，这吸法不知会不会伤丽妃内力。小乖乖，你说我这肚子里会不会已经有了我们的皇子？怎么也得有了吧？你还说呢？都快把我累死了！一会你要去外太院。是的，娘娘，有位很严重的伤者，还等着我去医治。那你快去快回，今晚我还在寝宫等着你。我们今晚继续造皇子。娘娘，今晚可不行，不仅今晚不行，明晚、后晚都不可。为何？难道你不喜欢本宫了？娘娘别怒，您忘了这个皇子是谁的了？是皇上的，你这3晚都要去皇上那才行。还是小乖乖想得周到。那好吧，这3晚我都去他那。那你要在院子乖乖的哦。那当然，我一定会把2个院子打理得好好的。我在院里等你回来。就这样，赵无极给自己争取了3天的时间。赵无极让小婢和冬雪几人去采买银两、猪仔和花苗，还托小婢帮他买了几块地，那是用来种花的。至于工人，当然是属于他自己的人。西门吹雪和柯太医等在门口，赵无极出现。西门将军在兵器局盯着那些工匠，把您所说的器具打造的出来。咱们走快点。好。进了房间，赵无极开始检查器具，虽然齐全，但是做工很差，形状也不是很完美，不过可以将就着用。公公，这些器具你是否满意？勉强能用。我们开始吧。我做这个手术需要2个人帮忙。柯太医、西门将军，你们2人好好的用黄热汤洗手。行。3人做好了手术前的一切准备。赵无极长吸了一口气，虽然后世他是一名医生，也做过无数台手术，但是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做。这次能不能拉拢西门吹雪，就靠这台手术了。西门将军，你有办法让他昏迷吗？可以。要昏睡多久？大概6个时辰，越长越好。西门将军在伤患身上点了几下。好了，这下可以睡上半天了。手术刀，布条，止血圆环。这场手术持续了5个时辰。好了，大功告成，西门兄弟的命总算是救回来了。救命之恩，不知如何感谢。日后公公要是有什么事要请我帮忙，西门吹雪一定后办。救人乃我本分，不过将军，日后我在宫外还得您多多照顾。这是我西门世家的令牌，拿出来对帝都铿锵卫队照样管用。以后你在宫外行走，遇到麻烦就亮腰牌，西门世家的人没人敢拦。赵无极笑而不语，他知道西门吹雪这方势力，他拉拢了。赵无极的时间很紧，离开病房后去看了江若然，顺便去地库顺走了10几锭金子，然后来到了石通天门前。铁柱几人看见赵无极出现，都笑着相迎。大哥，大哥你来了，大哥，大哥。都来了。我这里有3张100两银票，你们1人1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明面上是我的家奴，背地里我们都是兄弟。以后的每个月，我都会给你们开月银，跟着我好好干，帮你们过上好日子。好的，大哥，以后我和铁柱就跟着你了。你喊我们往东，我们绝对不敢往西。那大哥，我娘可不可以也成你的家奴？我娘可以给您洗衣做饭，她可以不要月银的。月银肯定是要的，你娘我也要，正好我的大院缺人，你把你娘带来就是了。谢谢大哥，以后大哥有什么事都可以吩咐我，哪怕要我的命。我们也是，大哥叫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以后不许跪，跪了就没月银拿。那大哥，现在有什么要我们做的？这样，我现在交给你们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再帮我找一些靠得住的，最好是有功法的兄弟。我要做一个很赚钱的营生，营生做好了，我们以后就能吃香的喝辣的。你们事情办得好，到时候我会奖励你们属于自己的府邸，让你们做人上人。好的，我们明白了。去吧。3人拿着钱匆匆离开。赵无极转身来到了江若然说的地方，把他还安全的事情告知了景景和秋月。2人对赵无极感激不尽。分别后，赵无极回了趟大院。赵总管，你回来了。碧姐姐他们呢？买猪仔还没回来。赵总管，你热吗？我给你倒水。呵呵，我不热，你去忙吧，我进去休息一下，等会碧姐姐回来，你进来通报一声。知道了。赵无极进屋躺在软榻上，准备补个觉。昨晚被丽妃折磨了半宿，实在是太累了。突然，赵无极觉得身边多了个东西，睁眼一看，是夏荷坐在了软榻边上。赵总管，现在就我们2个人，不如我们玩对食。又来？不是，夏荷，你为什么想跟我对食？被娘娘发现你，我都会被砍头的。赵总管，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？不是，是被娘娘知道了，我们都得死。不会的，娘娘不会怪罪的。这个你放100个心吧，就是娘娘让我跟你对食的。上次已经跟娘娘禀报过一次，娘娘很是开心，叫我再试探她一次。赵主管，我都这么主动了，你到底肯不肯？对啊，她都这么主动了。再说她是洞虚2品，我要是跟她玩，我还能增加功法。这3晚丽妃都不能跟我练功，倒不如今天就把这夏荷给吃了。赵总管，赵总管，你怎么流口水了？跟你玩可以，但是一会你可不许喊，你要是喊的话，我就不跟你玩了。喊？
我为什么要喊？赵总管，你怎么跟那些太监不一样？难道你是假太监？你怎么会是假太监？那丽妃娘娘，你猜的没错，我跟丽妃娘娘练功也是练的这个。夏荷，我跟你明说吧，是无双将军派我给娘娘练功的，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，你连娘娘都不能说的。为什么？我是假太监，如果让宫里的人知道，娘娘会有很大的麻烦，而我也会被蓝总管弄死的。你可不能死！你明白事情的重要性就好。而且无双将军也交代过，我是不能暴露身份的。要是让人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人必须死，我也得死。赵总管，你是将军派来的，我是不会说的，我会保密的。真乖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以后都跟你玩。那娘娘那边呢？我该怎么说？你干嘛要和娘娘说这事？是娘娘派来我找你对食的，看看你有什么想法。我哪知道你是将军派来的？赵无极内心一惊，难怪他不害怕一直找他，原来是丽妃出的主意，难道是在试探他的忠心？那现在，夏荷，娘娘还交代你什么？没有了，只有这个。夏荷，你要知道，娘娘要是知道你跟我对食，你也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千万要给我保密，以后我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知道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出去，等下他们回来，你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这几天丽妃娘娘不在院里，这3天晚上我都会去找你。天已经被他捅破了，那么这天就要他来。没多会，小婢就带着冬雪他们回来了。赵总管，猪仔买回来了。一共买了20只，您看够吗？先买这么多吧，多了院子养不下。至于鱼苗，就养在娘娘后院的湖里。还有地在风月街的东边，一共5亩。明天我会安排人过来种花，你们先打理院子，我回宫告知娘娘。好的，那我们去忙了。赵无极并没有回丽妃院，而是又去了趟外三院。明面上是去给铁衡将军换药，实则是要趁夜带江若然离开外三院，然后让他通过地道离开皇宫。老婆，快把这套衣服换上，一会我带你出宫。这么着急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常太医要回来了，外三院已经不安全了，丽妃那边现在也出了一些状况，也不安全了。今晚我们先回丽妃院，然后从我挖好的地道出宫。外边我们发现了一处废弃农家小院，你先过去，我给你找几个人，再把景景和秋月给你送过去。那你呢？你放心，我现在暂时安全。你要记住，那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。你们先过去把院子收拾好，记住扩大，越大越好。我会让人在院子方圆以外都种上大树做隐蔽，以后我们就在那里生活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这样，你把衣服换好，到门口去，我在里面方便一下。要是有人来了，你就敲门，千万别出声。好，明白了。再次走出房间，赵无极的手里已经多出了一个布袋子，然后带着江若然偷摸摸地离开了外三院。赵无极直接把江若然带回了后院，一路上没有遇到一个人。小柱子和小桂子还在地上打错着。大哥，这位是你们的嫂子，快叫大嫂。是嫂子，嫂子好。嫂子怎么穿着太监的衣服？一言难尽，她是蜀国公主，进宫刺皇，差点被杀。逃进我房间时，我还在外三院，就这么认识了。可你是太监啊，她是公主，我不嫌弃，她救了我的命，还对我好，我愿意跟她过一辈子。公主格局真大，的确，大哥是好人。我要是个女人，我也要嫁给大哥当大嫂。就你会嘴贫，说说地道挖的怎么样了？已经挖宽了，我们还练了一会儿功法。你们去弄点树干烧草木灰，我教你们做天雷。老公，什么是天雷？就是会爆炸的东西，可以炸山石、炸房子、炸敌人，最主要的是炸吉安安。吉安安是谁？秋水寺的一个太监，他是第2个知道我是假太监的人，收服不了就必须死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真不知道你在这宫里这么危险。那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出宫？等你打点好，我靠丽妃把营生做起来，处理完该处理的人，运完那批黄金，吸光丽妃宫里有武宫女子的内力，等我无敌了，就带她过日子。穿越过来的赵无极靠小说记的炸药配方调了调比例，居然真做出来了。保险起见，小柱子去院门口放风，有人来通知小桂子，小桂子守地到门口，有动静立刻报我。老公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放心，你老公聪明着呢，你在后宫躲好，我是好天雷就带你出去。好的。赵无极带小柱子进地道，让他在中间等候，自己找了块空地点燃天雷。我去，威力这么大，炸死吉安安一颗就够了。果然我是穿越天选之人。赵无极哼着小曲回后院，待江若然出宫，再破屋安分的住了留了10锭金子，便返回丽妃院。娘娘，您回来了，进宫的第1晚如何？感觉一点也不好。小婢，你可以出去了，我跟赵总管单独说点事。是。小乖乖，快过来坐，让我闻闻你的味道。小乖乖，那天你所说的事情，我传信给父亲了。父亲说让我好好的奖赏你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他放下了对李长枪的敌意，父亲答应给他东浩国的一个郡，给他一个枪王的封号，答应他家世代为王。那李长枪的军队呢？也都移往那个郡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父亲马上就要出军灭掉东浩国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将军是什么计划？皇帝知道这事吗？理他干啥？军饷都不给。李长枪倒向父亲，东浩国的国库里有的是银子，不中用的东西。昨晚因是没折腾出花来。没事，娘娘，
我中用就行，他只是个过场。小乖乖，那一会儿我们来玩几回合吧。这大白天的，万一三公主来了怎么办？没事，我让小 B 把她带去宫外的院子里，我们有的是时间玩。不是让夏荷来试探我，幸亏我还有点用，不然还真是被你给淘汰了。看来一会要好好卖力才行，让你早点怀上我的孩子，那样你就有把柄在我手里，也不敢对我轻举妄动了。好的，娘娘，今天我都是你的，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还是我的小乖乖好，那咱们慢慢玩。你说，父亲拿下东浩国是直接称帝，还是按兵不动？娘娘，现在是乱世，有兵就是王。我觉得将军可以不着急称帝。哦，你继续说说。得民心者得天下。无双将军征服东浩国时，尽量不要多杀人，要让东浩国的百姓觉得无双将军比东浩国的皇上还好。得民心者得天下，那怎么让东浩国的百姓知道父亲的好，让他们都乖乖的听话，不要反抗？娘娘，让将军不要杀东浩国的皇族，可以像对待李长枪一样，给原来的皇族成员一个郡，像养条狗那样养着他们。还有，不要抢平民的粮食，去抢皇族的，那样平民就会拥戴将军。还有，父亲问我要不要回去。娘娘，无双将军是担心皇上对你不利，他倒是不会那么绝情。父亲是担心以后皇上会用我来和父亲谈条件之类的。娘娘，有我在你身边，我觉得你想在哪边都可以，还是挣银子的事情最重要。你回去了对我有好处，反正我也不想在这宫里待着。功法我已经练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同时吸食2个人的内力，我的功法增长得越快。几个时辰后，丽妃累得睡着了，得想办法着转移那批黄金，先去石通天找包二奶他们，看看他们召集了多少弟兄。赵无极带着几锭金子来到石通天，包二奶、铁柱、拔棍立刻迎上来。大哥，大娘的病如何了？谢谢大哥，好多了。回头有时间我帮他瞧瞧。大哥还会瞧病？你大哥就没有不会的。战绩如何？你们召集了多少兄弟？我这边找到了几个老实的同乡，以前都是一个村的，憨厚老实，能干活，也会功法。呵呵，大哥，我这也有几个，还有娘子，你要吗？要，只要是会功法、能干活、忠诚的都要。大哥，我召集了20几个和我一样的小乞丐，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，他们说了只要给口吃的，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都是好孩子，只要听命于我，忠诚于我，我就带你们过好日子。但如果谁出卖我、背刺我，我操！就会像这块石板一样。是，我们一定会对您忠心耿耿。带我去见见他们。在繁华的街道上绕了好几条街，包二奶把赵无极带进了一间破庙，里面密密麻麻的站了20-30号人，男的女的都有。叫主人，主人好。以后我就是你们主人，跟着我不愁吃穿，每月发月银，但必须绝对忠诚，不听话的立刻逐出，听见没？听见了。拔棍带队，带力气大的和女子跟着铁柱种花，铁柱再带几个兄弟养猪，后续我买宅院专门养猪。包二奶你武功最壮，跟着我，宫外的事宜都安排就绪。今天要把外3院地下室的黄金全部运走。赵总管，你来了，西门将军在房内等着你呢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换完药的赵无极心急如焚，打发包二奶守在门口，钻进地下室开始运功。金灿灿的黄金瞬间被压成薄片，塞进2个沉甸甸的布袋里。刚走出地下室，一辆泔水车吱呀驶来，赵无极眼睛一亮。贤改兄，这马车收泔水的农户跟我们合作，一天来3次。那你们一天给他多少银两？是按月结算的，1个月50两，1个月才50两。赵总管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哦，我最近不是想拓展一些营生吗？多条门路，多口饭吃。嘿嘿，说的倒也是。你提的是什么？就是些没拿的衣物。常太医快回来了，收拾干净屋子。嗨，其实也不着急，您是外3院的红人，房间留着随时住，以后病患还得指望您呢。嘿嘿，那倒也是，那就先谢过了。客气。告别闲干，赵无极拉着包二奶蹲在对面茶馆，等那辆泔水车出门。1个时辰后，石子精准打中农夫安好倒地。大伯，您怎么了？腿好像折了，泔水还没送完呢。我是大夫，帮你治腿。这几日让我兄弟帮你收泔水，押你100两当担保，如何？好，多谢大夫。安顿好农夫，赵无极直奔农家院。江若然正蹲在院里种花。老婆，老公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老婆，这2天过得怎么样？很好，我好久没有这般悠闲的活着了。还有那些嬷嬷和家奴，花了很多钱吧？你觉得他们如何？都好使唤吗？跟你一样都是好人，他们对我都很好。女主人的叫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本来就是我的老婆，在这你最大，娶老婆肯定要娶像她这样心地善良、美丽大方的女子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一起过日子？快了，等我把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，我就回来跟你好好的过日子。老婆，等到我们的宅院修建好，你就把属于我们的房间装点成你喜欢的样子，然后我们办个大婚仪式，正式娶你过门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们进屋，我有东西给你看，这是外3院地下室找到的，你和秋月紧紧恋恋。这是南梁南宫玉胜的邪功，他吸干女人功力才成天下第一，最后因功法混乱走火入魔，练着阴神还有副作用，一旦走火入魔就废了。你练我给你的混元霸王功就好，这邪功别碰。放心，我不练，留给你们提升功力。离开农家院，赵无极回到了丽妃院，进门就迎上夏荷。赵总管娘娘让我跟着你的，说是让我保护你。我们的事你没跟娘娘说吧？那可是要杀头的。
我哪敢讲？没有就好，正好我现在有事出去一趟，你跟我一起。包二奶已经按照赵无极的吩咐把马车停进了后院。赵无极让包二奶和夏荷在门口放风，他则在地下室用功法把黄金全部压走，再装进布袋子里，再提出去装进桶里。赵总管，这都是些什么啊？就是一些烂菜叶子，拉回去给冬雪喂鱼的。鱼能吃得完吗？宫外的院子不是还有20头猪仔吗？他们也要吃。那20头猪仔的确能吃。回到丽妃院，赵无极招呼夏荷去喂鱼去了。他和包二奶将布袋子都运进了屋子。大哥，这都是些啥？一些手术用的器具，还有一些古书。这可是我营生的好家伙，你们可要给我保管好了。要是落入别人手里，我虎口的营生就没了。明白，我们一定会帮你看好的。你们功法练得如何了？我的玄心劲已经升为3品了。我的也3品了。很好。看来我也要加把劲了。今晚让夏荷来我房间好好吸收一下，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夏荷，你修炼的武功心法是啥？家传的武摄心法。和那个武道心法有什么不同？我这心法可以修炼到浮沉境的，武道心经则是不能。娘娘练的什么心法？娘娘她贪图修炼进度，她修炼的是普通的武道心法。她当上了娘娘之后，这2年好像都不修炼了。那冬雪他们几人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春花姐修炼的也是家传功法，冬雪和秋竹和娘娘修炼的功法一样。那就是说他们练的心法都是一样的，这就好办了。夏荷，我保证以后会娶你的，今晚好好陪我。那要是娘娘不放你怎么办？她听无双将军的。再说我和她的事就是捏在我手里的把柄，我真要走，她也不敢拿我如何。那要真是这样，我就在宫里等你娶我。其实从那天起，我就下定决心成为你的人了。那我们现在继续练功。夏荷刚走，赵无极就带着小柱子、小柜子钻进地道，在通往农家院的地道里，3道新鲜脚印赫然在目。难道说是秋月他们发现了地道的秘密？秋月是谁？是我们的敌人吗？不是，是公主的亲信。只是不知道他刚才有没有发现什么。发现什么？你的书姐。他会不会听到了我和夏荷的动静？要是告诉江若然，就全完了。看来地道已经不安全了，炸吉安安的计划要提前了。另一边农家院，刚从地道出去的秋月和景景拍着身上的泥头。秋月姐，你说地道的是公主，知不知道？公主是赵总管的夫人，她一定是知道的。只是刚才我好像在地道里听到了赵总管和别的女人的声音。这不正常啊，丽妃院里也会有宫女啊。他是公公，说不定也有贴身宫女呢。你这么说也有道理，可就是那声音有点不对。时间不早了，秋月姐，我们还是早些休息吧，明天还要起来修缮院子呢。一眨眼功夫，1个月过去了，赵无极就提着售卖香皂的银子走进丽妃的寝宫。丽妃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。娘娘，这是近日香皂收入，一日进账几10万两，您记得入库。小乖乖辛苦啦，帝都生意当真这么火爆？都发展了下线帮忙。对了，娘娘，您在李长枪军中没受委屈吧？借他们10个胆，等拿下西楚6城，咱们就回东浩国，我爹就要建朝称帝了。娘娘，我一心只想帮您挣钱，让您尽快当上女帝。小宝贝真懂事，等我登基，小婢他们5个都赏你，让你成东浩最富的家族，以后别叫丽妃，叫我女王，叫我猪猪。好嘞，我的小猪猪。伺候完丽妃，赵无极马不停蹄赶回豪华宅院。江若然早已等候多时。老爷回来了。赵无极递给他1包银子。几日不见又长高了，等我下次回来给你拿几套我设计的新裙子，这里有100两，拿去花。谢谢老爷，老爷，您就是我的亲哥。那以后就叫哥，叫老爷生分了。好的，哥。秋月姐过来。老爷，你找我？这是给你的，里面有几套新衣裳，都是我从铺子里拿的新潮款，里面还有100两银子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老爷，你跟别人家的老爷不一样，你对我们就像对家人一样。你忘了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以后我不在的时候，帮我保护好若然。老爷待我们如家人，我盯护公主周全。去忙吧。赵无极朝二奶招了招手，让他把马车上的箱子搬进房间里头。江若然正在画服装设计，这段时间她在赵无极身上学到了不少新奇玩意。老婆还在忙呢。老公，你看我画的怎么样？还是我老婆懂女人。二奶把箱子都打开。二奶打开2个箱子，里面全是黄金。哇，老公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金子啊？一箱是卖戏言赚的，一箱是服装店盈利，我打算再开养殖场和猪肉酒楼，还能给丽妃公猪油，一举两得。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整个帝都最大的商人？必须的，到时候咱们横着走，等丽妃回东浩国，我就彻底陪在你身边。快了，丽妃很快就回东浩国了，到那时我就跟你在一起。老公，我身上的伤已经痊愈了，要不挽救挽救？再等等吧，你放心，等我把一切都处理好了，你是我最珍惜的女子，我要你堂堂正正的成为我的妻子。另一边，吉安安带着小夫子找到外3院地下室。你说的黄金和秘籍呢？吉公公，1月前我明明打听好在这里的，怎么不见了？去给我查，这间屋子是谁在住？是。赵无极刚从宅院回来，准备去给西门将军换药，就被吉安安拦个正着。他怎么会在这？难不成又想摸我？吉公公，你是在等我吗？赵总管真巧，
多日不见，甚为想念。赏脸去我秋水寺喝杯酒。吉公公，我现在有事要去外三院一趟，要不你敢去，就不怕我告发你假太监的身份？两人进屋关门，赵无极惊恐。吉公公，这喝酒没必要关门吧？有，很有必要。吉安安施展功法。吉安安，你想做什么？说，外三院地下室里的黄金和秘籍是不是你拿的？什么金子，什么秘籍？我不知道啊。吉安安逼近。你不知道，我已经打听到了，那房间就是你住的，不是你还有谁？吉安安，你可别胡乱污蔑，我已经很久不在那里住了，我一直都是住在丽妃院的，丽妃可以替我作证。别拿丽妃压我，我的人已经在查金子的去向，我已经查到是你，再不承认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干！既然他查到这儿，迟早会暴露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赵无极一掌拍出，吉安安毫无防备被打飞时，口吐鲜血。赵无极走过去，哎呀，赵无极，你臭不要脸！嘿嘿嘿，嘿嘿，原来你是女扮男装，这下好办了，你不是喜欢威胁我吗？今晚就在这儿办。打得音效此起彼伏，拳拳到肉，一个时辰过后，吉安安鼻青脸肿。赵无极得意。实话告诉你，黄金和秘籍就是我拿的，你要是敢告发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你是假太监，我是假公公，咱俩彼此。你个大坏蛋，占了我的便宜还威胁我，你必须对我负责。想让我负责也简单，以后我怎么说你怎么做，我就带你出宫。我听你的，我进宫就是为了金子和秘籍，现在待着也没意义了。几日后，丽妃突然召集赵无极和小婢等人。赵无极进屋，屋内丽妃、小婢、冬雪几人都在。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赵总管，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那他们？就是关于他们和你的。父亲胜仗了，父亲跟皇上说了要接我回去，皇上竟然答应了，但是条件是1000万两黄金。1000万两，狮子大开口啊！1000万两，父亲给了，我明个就要跟父亲回东浩国了。小乖乖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娘娘，现在我还不能走，我要是走了，这边的营生怎么办？无双将军为了你付出了1000万两黄金，我要在这边给你挣回来。您先回去，把那年的市场打开，等那边的营生稳定了，我这边安排好了，我就过去找你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只是我舍不得你，没有你的日子我怎么过？没事的，娘娘，我有空就回去找你的。如果你实在受不了，那你在那边再找一个喜欢的，我不介意的。我不要，我宁愿等你。小婢，你们几个过来，以后我回东浩国后，你们就跟着赵总管，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娘娘。小乖乖，好好待他们，他们都是我看着长大的。娘娘我会的。还有，小乖乖，宫里很快就不安全了，今日离开之后你就不要回来了，带着他们就好好的在香皂院里过日子。赵无极明白丽妃话里的意思，赵无双和李长枪应该要对皇帝动手。阳光明媚的早晨，赵无双接丽妃回东浩国的队伍浩浩荡荡，赵无极把吉安安混在其中一并带了出去。赵总管，你上来一下。娘娘，回去后一定要好好的，等我过去找你。我会的，小乖乖。其实我有一件事还没告诉你，小乖乖，我有身孕了，应该是你的。你孕是什么时候走的？上个月的20号，你知道的。自从前几月那3个晚上后，我都没有让口皇帝碰我，这孩子就是你的。我知道，他就是我们的孩子。你在这里一定要好好的，我和孩子在东浩国等你。回去后我就会跟父亲说我们的事。将军不会杀了我吧？怎么会？父亲现在想重用你还来不及呢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还要赶路，你带冬雪他们回去吧，帮我好好照顾他们。娘娘，其实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跟他们在一起的。我想着给他们一人开一家分店，然后再给他们找一户好人家，让他们过正常人的生活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就按你说的做。离开了丽妃的掌控，所有人都回到大院后。赵总管，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吗？光明正大还不敢？看见我身边的这位美人了吗？她是谁？难道她也跟你？她可是我们秋水寺的吉公公。齐公公，齐公公是个女的。不仅是个女的，还是个大美女。我要是不把她收服，我也出不了宫。那碧姐姐、冬雪他们呢？你也要纳入后宫？那可都是娘娘的旨意，我可不敢反抗。那好吧，那你要多疼我一点。谁更听话，我就更疼谁。就在这时，小柱子冲了进来。赵总管不好了，有人在外面把香皂台给砸了。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？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在丽妃娘娘的院子外撒野？赵总管是二皇子。二皇子，他怎么来捣乱了？丽妃？哪个丽妃啊？在这帝都还有叫丽妃的吗？你说那位丽妃是不是皇上卖掉的那个赵丽珠啊？俺都走了，还在我们帝都干什么营生？给我砸！你敢？哦，你又是谁呀？哦，丽妃身边的那个死太监嘛，你不就是条狗不念前乱吼？看我不打死你！你居然偷练功夫？不是偷练，是光明正大的练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你不知道你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吗？只要丽妃一到东浩国，赵无双和李长枪就会起兵，到时候你们都得死。你有等的，等我找人来收拾你。你说你想收拾谁啊？赵总管，他没伤着你吧？没有，就他伤不了我。你吧，
你们几个，我们几个怎么了？你们几个给我等着！我们等着呢，还不快滚！西门将军、铁衡将军，多谢相助。是我们来晚了，你们去帮赵总管把这些收拾了。是。几位将军最近小心点，帝都怕是要不太平了。皇上让我们重兵把守皇宫，我们早有预料。放心，赵无双将军知道你们是我的朋友，不会难为你们。跟谁当皇帝，其实都一样，不是吗？后来的几日也没见二皇子来捣乱，赵无极也没有闲着，想要在乱战时期护好大院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出水泥，用水泥建起10几米高的墙体，那样就算真的打起仗来，院里的物件和人都能护得住。他还让家奴们在院子地下挖了一条地头，把值钱的都藏在里面。老公，外面现在形势如何？我今个听秋月姐姐说，帝都来了很多东浩国的人，是要开战了吗？应该吧。怎么了？如果真的打起来，那对我们会不会有影响？我们这院子离帝都远着呢，再说有你的暗卫把守，很安全。那我们的生意怎么办？放心，银子我已经全部转移到地库了，最近也减少了成品的生产。至于食盐都在地库里藏着呢，等到时候真的打起来，我们说不定还能赚一笔横财。那我们要不要多囤一些粮食？粮食可是好东西，到时候不仅可以售卖，还可以收买人心。我老婆真聪明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老婆，今晚我们就大婚，然后我把我献给你。好。农家大院，张灯结彩，这可是赵无极头婚，娶的又是公主，肯定要办得热热闹闹的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帝都那边的大战即将开始。不好了，皇上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赵无双将军带着兵马冲进来了。去跟他说，我把1000万两黄金退给他，可不可以不打我？好的，皇上。父皇，他们打进来了，他们打进来了，我们逃命吧！一个废物就知道逃，还好我没把皇位给你。父皇，快逃吧，他们就要杀进来了。废物，吵死了，没用的东西，谈得如何？赵无双将军说可以，但李长枪将军说不行。那他们说要多少？李长枪将军说他也要1000万两黄金，还有他还要你写一个条约，永不侵犯东浩国，如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他还说要你的金妃、银妃、铁妃、铜妃。好，好，好，只要不杀我，都好说，都好说。就这样，东浩国不战而胜，赵无极帮江若然复国，成为了蜀国皇帝，江若然成为了皇后，诞下一子赵宇轩，表字有为。吉安安则是生了一对龙凤胎，还有夏荷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有怀上，但是赵无极对她很好。至于冬雪则和二奶结为夫妻，小弟一心想着做营生，没有结婚的念头。还有春花和秋竹都找到了自己想嫁的人。儿子，儿子快来追我呀！儿子，你跑快点！怎么这么没用，连我都追不上？哪有你们这样当父母的？2个大人让一个3岁小孩追着玩，真不要脸！哎，儿子，你可不能这么说话。妈妈是小女孩，作为男子汉大丈夫，小女孩提出的任何要求都要满足，不然以后是找不到女朋友的。我才不要什么女朋友，女人麻烦死了。老公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老公，赵丽珠带着个小女娃子杀过来了。什么？